佛正末世爆发前10天，我第一时间砸了女友，只因我前世对她偷袭围攻，受尽屈辱，后被员工所罪。如今我才真归来，拥有空间异能，囤1万吨物资。这一次我要活到最后。蓝星超过80%的人类会变成丧尸，几年时间，人类仅存5%。末世物资短缺，一根火腿肠就能让人反目成仇，拥有物资却可以为所欲为。老板，按照您的寄货清单预购，30吨大米和面粉，1000箱方便面，40吨水，30吨植物油，10吨鸡鸭鱼猪各种肉类等货物，全都在这儿了，总计50万的货，您清点一下。不用了，咱们都合作多少年了，我信得过你们，直接把货运进2楼仓库吧，水果蔬菜单独放，别压坏了。好嘞，您就放心吧。老板，明天继续按照清单上的送吗？哦，好嘞，那我们明天再来。快走！刘经理，你说这人是不是傻？哪怕他是开生鲜超市的，以他家的规模，每天4、5万的货都撑死了。现在一天进10倍的货，这能卖出去吗？其他东西倒也罢了，毕竟保质期好几年呢。但蔬菜水果用不了几天就坏了吧？又是囤物资，又是遣散员工，搞得好像要世界末日了似的。你管人家图啥呢？说不定就是钱多了，烧得慌。有钱人的世界咱们不懂，就算世界末日了又怎样？该赚的钱也得赚。啊，对，我是一个超市老板，以500万的定金让供应商提供了5000万的物资。至于剩下4500万的尾款怎么办？那还用说，末世来临等于白嫖。关上超市大门，走上2楼，望着仓库内堆积如山的各类物资，心中由衷升起浓浓的满足感。抬手打了个响指，白光一闪，所有物资消失不见。这不是魔术，而是铁柱将所有的物资收到身上的银色戒指里。这个戒指是一枚空间戒指，内部空间非常之大，足足有10亿立方米。空间内的时间完全静止，进去的食物几年后拿出来还是那样，所以不用担心食物变质。目前为止，空间戒指里已经囤了1000吨肉类，3000吨大米和面粉，10万箱方便面，5万箱螺蛳粉，10万箱自热火锅，4000吨矿泉水，各类植物食用油2700吨，800吨蔬菜，500吨水果，100吨压缩饼干，各种零食1万吨，还有我从饭店订了100万份的各种菜系的菜，半夜偷偷跑去了几十家 4S 店，什么越野、轿车和跑车、摩托、游艇、自行车，统统全部装进一空间，跑到大型商场，鞋帽、针织、内衣、玩具、服装、电子设备1-6楼所有物品全部拿走。明天汇报巡捕。呵呵，不可能了，因为末日来了。期间我还囤了些生活工具，比如尼龙绳、帐篷、指南针、汽油、手电筒、手机、电脑、望远镜、地图、发电机、太阳能充电板、打火机等等。末世虽然手机上不了网，但下载一些几百 T 的学习资料还是可以的。至于药品，我并没有囤太多，因为末世初期人类的身体还很脆弱，确实需要普通的药物治疗。但没过多久，一部分幸运儿会陆续觉醒了各种异能，比如自然系、肉体系、元素系、精神系、空间系等等。太轻的伤势可以自愈，太重的伤势只能凉凉。而我觉醒了法系雷电之力，可以用雷电从而刺激自身的细胞，形成一种笼罩全身的雷电铠甲，能和肉体形成双层防御。我给这个能力命名为雷霆 Z 体。最后我也成为了罕见的肉弹法爷。然而一拳难敌4手，我被偷袭围攻，眼看着就要殒命当场，却被暗中藏匿的一个土系觉醒者给救了。后来他才打听到，那个觉醒者是我的超市的员工方平。方平小子，这辈子你可没机会赴死了，而我会带你建立最强的觉醒者势力，成为临海市的无冕之王。你明天不用去你那个破廉租房了，住这里就行了，因为明天末世就要来了。什么？末世要爆发了？老板，你没开玩笑吧？明天中午12点10分会有大量的丧尸横行街头，咱们临海市的常住人口有5000万，预计会有3、4千万人变成丧尸，你说社会秩序会不会崩塌？老板，那我会变丧尸吗？不会。那就好。老板，我看过好多末世小说，人家都说这种超市是幸存者们搜刮的第一目标，这样会不会太危险了？超市牌匾早就拆除了，这2天我已经找人改装了所有的门窗，全部换成了钢板。放心吧，等我打出雷霆战神的称号，收拢人才也自然会水到渠成。等建立了自己的觉醒者势力，就不需要怕被人盯上。你留下等待接收刘经理送来的货，我去东街的宠物市场逛一逛，顺便买个狗。末世爆发，很多生物也发生变异，而我要找的就是一只即将变异的大黄，而且还是非常罕见的精神系，能攻击的强大能力，看人也会爆炸。老板有没有黄白色的大黄？刚才有人半小时前买走了。是谁买走啊？不好意思，出于职业道德，本店概不透露任何买家的个人信息。给你5万块，你告诉我那个人的名字。成交。是，咱们是各大区生鲜供应商的那位物流经理刘永康，我想你应该是听说过这个名字的。这家伙昨天还帮自己送货，
如此说来，上辈子是他命令那只大黄来暗中偷袭自己的。根据我上一世的记忆，这上万员工的总部大楼，末世爆发时，超过半数的人变成了丧尸。但后来有个不知名的觉醒者将公司整顿了起来，并在总部组建了幸存者基地。而后他凭借供应商仓库内大量的物资储备拉拢人才，很快就成为了临海市顶尖的觉醒者势力之一。这个人太狗了，每次都是由他的宠物大黄代替下达指令，没人知道势力的领导者到底是谁。现在终于水落石出了，刘永康，这辈子你必须死，谁都救不了你，我说的。老板，你没买到狗吗？虽然也有几个，但都不符合我的心意。哎，刘经理，你居然也买狗了？你也喜欢这种品种吗？是啊，我也非常喜欢大黄，看着非常特别，所以被我买了。这品相真不错呀，刘经理，你愿意转卖给我吗？这20万，这是我最大的诚意。好吧，那我就成全兄弟。看来你是真的爱狗人士，希望你好好待它。哈哈，这人果然是个大傻叉，居然花20万买一只土狗，这不是妥妥的大冤种吗？老板，你看，今天就是最后一次送货了，是不是也得稍微结一下尾款了？哪怕先结一部分都可以，我们不是不信你，但450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老板，您说呢？好啊，没问题。明天12点前，你来我超市，我把尾款当面给你，顺便好好招待你一下。这3个月你也辛苦了。呵呵，结尾款给你，我等你明天准时来送死。老板，今天能结款吗？先喝杯茶。我靠，老板居然把刘永康迷晕了，这是想干嘛？难道老板有那种特殊癖好？方平，拿绳子把他们捆起来。12点10分，末世，外面突然骚动起来，大量的人痛苦地嘴里吐着黑色粘液，身边的朋友、伙伴，枕边人都变成了丧尸。老婆，你别吓我，你怎么腹黑血了？他妈的，让你亲没让你咬啊！老子的孙子啊！救命！救命啊！我全家都变成丧尸了，谁来救救我？这时的刘永康醒了过来。铁柱，你想干嘛？你是不是疯了？这种玩笑一点都不好玩，现在是法治社会，你这是在找死。我不记得哪里惹到你了，我们无冤无仇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抱歉，饶不了。这辈子我们的确无冤无仇，但很抱歉，你上辈子惹到我了。我求你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他抬起消防斧，上一世的临海市顶尖的觉醒者势力之一的头没了。就在这个时候，旁边传来了低沉的嘶吼，那2个员工口吐黑色液体，眼球全部变成了白色。记住，这些丧尸最大的弱点就是脑袋，一定要看准了砍，前期用斧子最顺手，不容易夹住。看来你的能力也觉醒。这不就是土行孙了吗？土行孙怎么了？这么强大的保命能力还不厉害？遇到一大群丧尸也完全不惧，钻进土里谁能咬你？对呀。那老板，你的异能是什么系呢？雷系。哇，那你是司空震诶，将来肯定很强。现在还没办法用异能，该干正经事儿。拿着匕首撬开2个丧尸的脑壳，然后搅了几下，找出来2个小小的晶核，只有绿豆大小，颜色是黑色的。清洗干净后，张开嘴，把晶核吞了进去，然后他盘腿而坐，果断接动了异能。他的身体各处开血值。现在这2颗1级异能晶核让我稍稍变强了一些，肉体方面增强的不太多，虽然比不上2级丧尸，但虐3、4个1级丧尸没什么难度。丧尸、觉醒者、变异生物也都分等级，1级到3级是低级丧尸，只是听觉稍微灵敏一点，有极小的概率能觉醒异能。3级到6级是中级丧尸，嗅觉和听觉系统高度发达，有一定的概率觉醒异能，并使用基础能力。7级到9级是高级丧尸，大部分都能觉醒异能，而且能熟练掌握各种能力，战斗力十分惊人。10级以上被称为超凡，而所有丧尸脑子里都会产生异能晶核。觉醒者可以吸收晶核来增强异能，从而更快提升实力，领悟新能。我拿游戏给你举例，异能其实就等同于你的蓝条，异能晶核等于你的经验值，只有等级提升才会解锁相应的技能。大黄，我是你的谁？你是我妈妈。居然会说话了，不愧是上一世排名前10的战力。大黄，你要叫爸爸，不能叫妈妈，我是雄性，懂什么叫雄性吗？切，好吧，你跟我学 B，A， 波呀爸，爸爸，爸爸是爸爸，爸爸呀，拼音不懂吗？这都学不会，气死我了！哎，乖儿子，不气不气。我操！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炖了？我这辈子还没吃过铁锅炖大黄呢。我错了，爸爸。方平，你在2楼守着大黄，我去上面单元楼杀丧尸，等到他能独立自主之后，你再和我一起行动，拿着对讲机随时联系。只有3个吗？先搞定他们，然后杀光第1单元的丧尸。因为雷霆淬体的缘故，我的力量完全可以单手挥消防斧，几十次也不会累。但这种程度差一点，还得多吸收异能晶核。到时候我的体表防御力增强，哪怕1级丧尸也咬不穿我的皮肤，到时候就不需要带防爆盾了，
双斧流战士杀丧尸才是效率翻倍。总共4层8户，清理完所有丧尸，铁柱吸收了15个晶核，还剩下32个异能晶核。方平吸收了12颗，大黄吸收了14颗。吃完晶核，大黄全身从780米长到了20厘米，基本的对话已经没什么问题。短短1天就长这么大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我骑一骑。我特喵的拿你当爸爸，你反过来却想骑我。哟，这不是我原来的同事铁柱吗？之前被老板辞退，怎么你个穷屌丝，现在末世了，你还有脸来找物资了吗？赵海吗？末世前就是卑鄙小人，处处在职场上欺负新人，占你同事便宜。来，给我叫一声爸爸，跪下磕3个头，老子给你1袋方便面，怎么样？不需要，你自己留着吧。再也不见。经过1天的奋战，铁柱升到2阶，现在雷霆碎击皮丧已经无法咬破自己的皮肤了，还领悟了第2个技能雷暴。方平也升到2阶，领悟了土刺的技能。大黄领悟了精神迟缓的技能，对付觉醒者相当有效。救命啊！救命啊！老板，快救救我！谢谢你，老板。如果不是你们，我就真的嘎了。你是觉醒者吗？什么是觉醒者？没关系，就是随便问问。我能跟着你们吗？我可以洗衣做饭，什么都可以的。能不能给我点吃的？抱歉，没有。老板，我之前的工资也用来囤了点物资，可以分他1桶泡面吃吗？你的物资你自己分配。好了，外面丧尸已经走了，你出去吧。万万没有想到，周冬雨并不慌乱，抬起手，食指顶端竟然生出半寸的骨刺，骨刺泛着强烈的寒光，朝着他的心脏猛然刺去，速度相当之快。死的人是你，姓铁的，这超市归我了。然而看似锋利的骨刺，居然连皮肤都没有戳破，硬生生被挡在外面。铁柱五指猛然发力，周冬雨的 CPU 直接炸裂。末世，先杀圣母，方平你再仁慈，你就给我滚出去！对不起，老板，我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刷光了3栋就3元楼的丧尸，3天内收获了407颗1级晶核。而方平遇见图谋不轨的人，直接 CPU 干碎。哼，这个人，难道他就是前世临海市的大预言家胡小南？你好，我想加入你们，可以吗？我是一名觉醒者。哦，是吗？你说说是什么异能？我的异能是用占卜的形式预知危险，就好比这样，今天我在这家超市逗留，是否安全？拿出硬币一抛，硬币表面散发淡淡的绿光，绿光代表安全，黄光代表危险很低，橙光代表较为危险，红光代表十分危险，深红光代表九死一生。有我的加入，会让大家在末世畅通无阻，这样的能力应该足以让老板心动了吧？你之所以能避开那么多丧尸，是因为危险预知吗？不是，是因为我还有第2个技能零存在感。这个技能能让我最大限度的消除自身气息，丧尸闻不到我的气味的同时，结合危险预知，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开丧尸。欢迎你的加入，帮我占卜一下，今天晚上集体前往东林市最大的供应商总部，搜刮他们仓库物资的危险程度。是那家海林供应商吗？是的。等我想一下占卜话术，这样应该差不多。今天晚上，我铁柱、方平前往海林供应商总部搜刮仓库物资，会有危险吗？橙光较为危险，老板，要不算了。你人物要素没说全啊，还有他呢。这只傻狗也要带吗？你才是傻狗，你全家都是傻狗！我的天，这土狗居然会说话！没见过世面的傻叉！你才是傻叉，信不信我掐死你？一只土狗嘴这么臭，你来掐我试试，本王一眼就能瞪爆你的头！一番舌战后，胡小南重新加入了大黄。占卜结果是微弱的黄光，危险不大，虽然不是绿光，但已经足够了。夜晚，铁柱偷偷在空间里拿出了一辆重型卡车，直奔仓库。前赴后继的丧尸都被撞飞。冲进仓库后，为首的一阶男人刚要发动异能，直接被大黄给瞪死了。为首的叫李天的男人则是被铁柱一没发技能，咔嚓一声，李天一命呜呼。生鲜仓库非常之大，占地面积高达12000平米，物资多到难以计数。发了，这次是真的一波肥了。我叫白姐，以前是这个仓库的会计人，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哦，交易，说来听听。
我想请你们护送我们出去，只要出了西门就可以，报酬就是这家仓库的全部物资，你想拿多少拿多少。你这话搞得好像这仓库是你的了，我嘎了你照样可以拿到物资，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只要我按下手中的按钮，仓库的警报装置就会响彻整个公司，到时候成百上千的丧尸就会把这个仓库堵水泄不通，你们再厉害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丧尸，这样你还敢嘎我吗？但是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因为铁柱脚步一跨，抬手就扣住了他的脖子，白皙的脖梗咔嚓一下被捏断。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方平，你带着胡小楠和大黄去启动车，我去仓库搜刮物资。第一个仓库是冷冻海鲜，各种海鲜鱼类；第二个仓库是冷冻肉类，各种牛羊肉和牛肉等，收走，统统收走。第三个是保鲜蔬菜，各种丰富蔬菜，蔬菜内肯定也得要啊，光吃肉可不行，还得补充维生素，收走，收走。还有一些半成品熟食，比如鸡排、饺子、生煎包、酥肉、丸子、火锅底料等等。冷冻区域的物资最多，足足搜刮了9万吨，还有几千箱的雪糕，各种水果，西红柿、柠檬、火龙果什么的，总共4万吨。老大已经有700-800只丧尸堵在门口了，还有更多丧尸赶过来。那个警报器太恶心了，仓库的门马上就要挤开了，再不走就走不了了。至于戒指暴露的风险，不用担心了，剩下那10几个人很快会被丧尸群淹没。老大，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在一直跟着我们。老板，后轮胎爆了一个，速度慢了点，但没关系，丧尸追不上，路上应该不会有了。靠，怎么又爆了一个？这路障哪来的？不是路障，而是丧尸搞的。你们下车，开着电动车往回走，我来搞定他们。不行，老板你别搞这些煽情的东西，这些1级丧尸破不了我的防，你们留下来只会拖后腿。你们先回超市。好，老板你小心。哼，元神启动。指了上来，但尖锐的牙齿咬在皮肤上，居然直接崩断了。个别几个机灵的丧尸都傻了，这还是人类的皮肤吗？他们想要逃跑，但被轻易砍了脑袋。果不其然，隐藏在丧尸群中，某个丧尸坐不住了，唰的一声，他举着一把菜刀在身后砍向铁柱的脖梗。果然是一只2级丧尸，而且还是智慧型的。这只丧尸智力非常高，明明是高级丧尸才有的进化，它2级就已经有了，横跨了足足4级还多。这样的丧尸未来绝对威胁很大，既然见到，那么无论如何都得把它干掉。你没事吧，老板？没事，我先休息了。方哥，你说老板是不是和我们不太一样？肯定不一样啊！老板英明神武，机智聪明，战力超群，那不是很正常？我说的不是这个，咱们回来超市，你没发现货架和仓库的东西都清空吗？应是被老板提前收走了吧？然后呢？但没看到老板有运货的痕迹诶。你说会不会有第2种异能，比如空间异能？小胡，心里明白就好，咱们只需要尽心尽责就好，以最大程度的帮助老板，以后前途肯定一片光明。大黄，你去把昨天我杀的丧尸金盒取来。可我就算能取金盒，但怎么全部收集起来呢？你看，这是我连夜给你改了个儿童款背包。你到底是爸爸还是狗？一通彩虹屁鼓吹下，大黄最终还是去了，耗费了2个小时回归了，带回182颗金盒。接下来的时间，铁柱4人耗费了足足5天时间，刷光了小区1号楼的所有丧尸，收获了632颗1级金盒，物资忽略不计。而铁柱也在这一天率先晋升为3级觉醒者，并领悟了第3个技能雷霆附魔，就是释放雷电，并且附着在武器上。而方平和大黄也升到了3级，胡小楠距离3级还有点远，但2级也有了基础的战斗力。这段时间，铁柱也招到的几个幸存者，会暗影突袭的许墨，会治疗的许梦妍。末世后第20天，自来水也被污染，只能喝矿泉水。眼下我有几千吨矿泉水，但是以后肯定会用完。看来要想解决水的问题，必须找到光明系的觉醒者，用技能净化之光来净化水资源。
可问题在于，光明系的觉醒者太稀少了，这个问题暂时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能慢慢等了，看看将来是否有所转机。几天下来，小队加上之前累积的，现在总共1339颗1级晶核，2级晶核只有1颗。许墨和许梦言也陆续升到了2级，而且也领悟了自己的技能。许墨能够操控人的影子，悄无声息地进行暗杀，名为操影。许梦言领悟的技能是光域，简而言之，可以用光来治愈友军，治愈效果十分惊人，只要不是缺胳膊断腿，都能治愈如初。老板，最近路过咱们超市的觉醒者越来越多了，有的还敲门假意来试探咱们有几个人。现在附近物资越来越少了，他们好像有点坐不住了。目前有几个小队？明面上只有2个，背地里不清楚，但估计有4个小队。少了，是6个。6个小队，老板，你怎么知道的？你潜入土里的时间太短了，暂时没办法窃听敌人的情报，所以我让大黄去探查了。目前他们并不知道变异生物的存在，所以不会在意一只狗在附近偷听。原来如此，那我们现在要动手吗？不急，我们需要找个机会一网打尽才行，也要借此一举震慑其他人。老板，万一等我们走了，他们又闯进来呢？你在大门口喷上红色喷漆，写上此地有主，擅闯者死。如果他们无视警告进超市，那等咱们回来就和他们清算这笔账。隔壁房间里，里面点着几根蜡烛，看起来氛围有些昏暗，但里面却聚集了很多人，有36个。吴彦祖，我们是听说你和隔壁这家老板关系挺好的，我希望你可以当我们的介绍人，让我们跟他借点物资。你们想借多少？事先说好，这我不能打包票。不多不多，就超市所有物资罢了。老子可不陪你玩。是吗？那就别怪我对你的相好下手了。你们到底想要干嘛？小雅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为什么把他牵扯进来？你只要晚上去超市找他喝酒，然后偷偷下药，不需要迷晕所有人，只要超市老板和那个方平其中一人倒了，那就算成功，我就放了你女人，怎么样？好，我答应你。这群人是真没种，居然让吴彦祖来下药。你为了女人出卖兄弟，哪怕是迫于无奈，但那也不是你坑害朋友的理由。如果他真这么做了，那么很抱歉了。连续13次考试，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设计要拆穿我。江南，你就不能给我好好考试吗？不要以为你之前考试能够及格就了不起，这次数学突击考，你难道还可以及格吗？应该也可以吧。哼，看样子你很自信啊，不如咱打个赌，这次考试若你还能及格，那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但若及不了格，嘿嘿，以后你就必须认真学习，非休息时间不能睡觉。老师你确定吗？只要我这次考试及格，以后上课睡觉你都不再管。千真万确。好，就这么说定了。开玩笑，这次数学考试你奈及格的离谱程度就跟男足夺冠世界杯差不多，毕竟这试卷题目的难度绝对是地狱级别的，就算是每次考试都霸榜全班第一，年级前10的班长秦雨墨也不一定能及格，何况是你这个仅仅在及格线上的江南。胡一菲前脚刚走，江南后脚又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起来，让他起来答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早在开考的10分钟内他就全部答完了，且保证得分90，丝毫不差，毕竟他可是一名穿越者。1年前，江南因为过于拼搏码字而猝死在键盘上，随即穿越到这个与原本世界相类似的平行世界，并拥有自己的系统，但这个系统却有一个坑爹的名字——超级无敌血魔控分系统。说这系统有些坑，只因江南每次考试之前，系统都会发布控分任务，让他必须考取及格线，才能获得一定的血魔积分，并提高自身属性。这血魔积分可是牛逼克拉斯，不仅可以用来增加自己学科的级别，还能够用来抽取各种物品奖励，比如豪宅别墅、跑车游轮，乃至飞机火箭，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这1年来，江南每次获得的血魔积分却从未用来抽奖，而全都用来提升学科级别。嘿嘿，老班呐老班，对于数学9级的我来说，这次考试及格还不是轻而易举，你就等着认输吧。干饭了，干饭了！听说今天食堂有超大份的红烧肉，慢了可就被抢光了。冲呀！当听见干饭这2字，江南一个机灵就清醒了过来，两腿晃如风火轮，咻的一声就将众人全都甩在身后。卧槽！上课瞌睡王，食堂干饭王，这速度！男神，等等我们呀！随下留情，可别把红烧肉吃光了。当众人赶到的时候，食堂早已是人山人海。男神，你真是绝了，一人吃我们3人份，以后我这大胃王的称号也让给你算了。这个称号还是你留着吧。
怎么，小花你后生不太够色啊？是因为抢到红收入吗？实在不行，我忍痛把我这份让给你，反正男生碗里多，我蹭他的车。嘿嘿嘿。校花白莹莹并没有搭理王胖子，转头看向江南。江南，你跟班主任打赌，说这次考试肯定能及格，是真的吗？当然，你知道我的水平，虽考不出你那样的高分，但保证及格还是没问题的。可你不觉得这次考试很难吗？难吗？这不过是你们这些学霸的推辞罢了。每次考试结束都抱怨考试太难，可成绩出来之后呢，啪啪打中人的脸。江南，这次我是认真的，那些题目实在太难了。王胖子不知道很正常，但你难道没发现吗？发现什么？这次数学突击考试用的可都是全国奥数竞赛的模拟试题啊，我估计连30分都拿不到，更别说及格。什么？你说的啥玩意儿？这特么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完了完了，要出事了！白莹莹可是在学校名列前5的学霸，如果连她也只能拿30分，而江南却拿了90分，这样一对比，可就要出大问题了。曹老师，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突然给我们班来了个突击考试，而其他班级却没有？重点是这份卷子可是全国奥数模拟题呀，现在距离高考也就100多天了，该是给学生们加油打气的时候，你却突然给我们4班来这么一手降维打击。胡老师，你先别急，很快我就会给你答案。曹天元不等胡一菲反应，便开始翻起了卷子。找到了，就是他，江南。曹老师，你在说什么呀？胡老师，你看。这怎么可能？江南他居然得了90分。胡老师，真是深山藏虎豹，田野卧麒麟啊！这小子这下藏不住了。这位江同学，从上学期开始，他已经连续有12次考试得分90，丝毫不差。再加上这一回就是13次，你不会以为这只是意外吧？连续13次考试都同分，这不比中彩票还难？尤其是这回的奥数模拟考，别人都难以及格，而他却能得到90分，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他在控分？一场奥数突击考，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校花30分。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我尽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Oh my god！ 居然有人考到了90分，老师那个是谁？这还用说，考第一的绝对是咱们的班长大人秦雨墨啊！我看未必，或许是苏雨嘞。瞬间，同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纷纷猜测这个第一名到底是谁。不要猜了，这次考试的第一是一位异军突起的黑马，他就是江南。考！终于还是来了。老师，您是说这个一上课就打瞌睡的江南是这匹逆袭的黑马？你不会搞错了吧？没错，这次考第一的人就是江南同学。此话一出，全场哗然。大家也别太惊讶了，江南同学平时很努力，大家也有目共睹。我特意让江南同学站着，就是想好好表扬他一下，希望他再接再厉。好，老班呐，老班，你这哪是表扬我，分明是给我下套，拉仇恨啊！瞬间，江南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平日很努力，他平日不是睡觉就是看小说，有个屁的努力！我让你小子控分，这下看你还怎么藏！好了，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好家伙，南山，老实交代，你是不是隐藏的学霸？我才考了30分，你却考了90，真没想到，你之前说这次考试能及格，居然是真的。运气都是运气，我可不是学霸，只是恰好之前做过这些题而已。原来如此，我就说一个平日考试只能及格的人，怎么会突然考全班第一？原来是之前做过，这等于提前知道了答案，跟作弊又有何区别？所以放你养的狗臭屁，你他妈在说谁呢？男生考第一，凭的是自己本事，怎么能是作弊呢？作为江南的好兄弟，王胖子瞬间怒了。怎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事先知道答案，不就是作弊吗？要我说，你既然早就做过，还知道答案，就应该拿满分才对。可结果却只是堪堪及格罢了。所以学渣就是学渣，永远成不了学霸。呦，你们嫉妒心未免也太重了吧？还是心胸狭窄，见不得他人优秀。我说我之前做过这些题，那是我低调，但我低调并不代表我好惹。你们能闭上臭嘴最好，若闭不上，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切，走啦，你这种人作甚？垃圾！就在此时，一道倩影走到江南面前。江南，这最后一道大题我怎么都算不出来，你能跟我讲解一下吗？班长，你数学那么厉害，应该没必要问我吧？何况别人都以为我作弊来着。不，你不可能作弊。这次考试的模拟题都很复杂，需要十分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尤其是最后一道题，如果你缺乏这种能力，就算给你答案你都记不住。
所以作弊是没用的。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江南忽悠其他人简单，但忽悠秦雨墨这种拿学习当饭吃的学霸却难了。江南，难得还有咱们班长不会的题，你就大方给他讲讲吧。怎么？难道不愿教我吗？或者是你讨厌我，还是怕教会了我，下次考试我就再次超过你了？注定是躲不掉了。好吧，其实这题很容易。首先，若 x 等于 y， 则 x2 加 3x 是完全平方数，因 x2 小于 x2。江南思路清晰，一气呵成，没有半点停顿，几个呼吸的功夫，他就演算出了最后的答案。周围的人全傻眼了。我去，江南，谢谢你，你数学的确很厉害，尤其是你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真的太强了。江南，你太棒了。那个江南同学，这道题老师讲了，但我还是不太懂，你能教我吗？一时间，江南成了全班最靓的仔，不少人都凑到面前，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你妈被这么多女生围着，太他妈幸福了！你这样一网打尽，根本不给兄弟我留活路啊！最终，张浩实在看不下去，下节物理课就要开始了，之前老师曾布置过作业，大家赶紧交一下。此话一出，江南旁边瞬间空了。毕竟物理老师可是老顽固，交代下来的作业若不交，麻烦可不小。江南，你的作业呢？没写。江南，待会是物理课，你不交作业，物理老师可不会饶你。无所谓。张浩，你别急，江南可能是没带。不用替我解释，班里不交作业的多了，即便交了也都是抄袭，大家谁不是心知肚明？某些人就是故意找茬。好，这可是你自找的，作业没写不交，还如此理直气壮，待会可别怪我告诉老师，你等着吧。老师，这次作业班里50人，我只收了49本，还有1人说没写不交。谁没交？江南，又是这个臭小子。江南，这都上课了，你还没睡醒吗？给我起来！你为什么不交作业？没写。为什么没写？因为太简单，都会。真是吹牛皮不打草稿。完犊子了，这次我都没办法帮男神解释了，该怎么办呀？觉得太简单是吧？那我随便出几道题，你若都能做出来，以后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一场奥数突击考，我以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物理老顽固却当众给我下达战书。江南，我随便出几道题，你若能做出来，以后怎么睡我都不管。老师，这可是你说的。一只熊不小心掉进洞里，洞深4.916米，耗时1秒。请问熊是什么颜色？你妈，这是什么变态题目？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好吧？这是耗时与熊的颜色有关系吗？老师，你在故意刁难人？不对，是在故意刁难江南。江南，要不我给你降低点难度，你从黑、白、灰、棕4个答案里选吧。老师，以上答案我都不选，正确答案是熊是无色。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江南，不会做就不会做，还说什么熊无色？老师都说了，从黑、白、灰、棕4种颜色里面选，你却说熊无色，真是笑死个人。手机前的你认为我的答案是对的吗？你最好赶紧认错，别耽误大家时间。一时间教室里好不热闹。够了，都别说了，江南的答案是正确的。老师，你有没有搞错？这世上哪有无色的熊？您可万万不能心慈手软饶过江南啊！哼，真是无知啊！江南，你什么意思？你说谁无知呢？我说你们又怎么了？居然连无色熊都不知道，难道不是无知吗？真是笑话！这世上只有黑、白、灰、棕等颜色的熊，哪来的无色熊？若真有，我直接把这桌子给生吃了。既然你要吃，那我也没办法，毕竟那北极熊不就是无色吗？江南，你少在这儿胡扯，北极熊明明是白的。说你无知，还真是无知。北极熊的白色不过是在阳光折射下造成的一种视觉效果罢了。实际上，其毛发空心透明，根本没有颜色。你连这都不知道，还自称学霸？你学个鸡毛啊！鸡毛，哈哈哈！张浩是学鸡毛，哈哈哈哈！我操，江南说的是真的。前途上说北极熊毛发真是无色。话未说完，这位同学的声音就压低了下去，只因他突然醒悟自己要完蛋了。江南，就算北极熊是无色，那又如何证明这就是答案？你们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不到黄河心不死啊！老师出的这道题其实考的是重力加速度和纬度的关系。根据公式 h 等于1/2星号 GT2， 其中 h 是4916，t 是1秒，代入进去，很容易算出距是9832，这是北极或者南极的重力加速度。而南极没有熊，自然是北极熊，所以熊无色就是答案。江南轻松说出了解题思路，随即话落，教室里瞬间变得落针可闻，一个个看向江南的目光都彻底变了，由之前的怀疑变为信服。没看出来，这小子的实力不一般啊！为了刁难他，我甚至还特意挖了个坑，给出了4个假答案。
没想到他却直接避开陷阱，干脆利落说出了答案，还给出了解题思路。这学生有点本事，貌似是我过去看走眼了。哈，不错，你的思路很正确，不过这道题确实不难，只要转换一下思维，很容易解出来。你若真有本事，就把这第二道题也解出来看看。请出题。甲一，丙3辆汽车以相同速度经过某路标之后，甲车一直做匀速直线运动，乙车先加速后减速运动，丙车先减速后加速，但他们经过下一路标时速度又相同，则 A 甲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 B 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 C 丙车先通过下一个路标， D 3车同时到达下一个路标。尼玛，老子直接看晕了，又是加速又是减速嘞，江南不是牛皮吗？赶紧做出来看看，我就不相信这题你也会，嘿嘿。此时不少人都把目光投向江南，答案是 B。顿时，在场所有人都把好奇的目光转向台上的物理老师谢宏伟。答案是对的。男神又对了，真厉害！怎么可能？他怎么那么厉害？记得以前他物理成绩很一般啊，在班里根本排不上名，可现在却……说说你的解题思路。很简单，3车位移相同，平均速度以最快，自然乙车耗时最少。但江南戛然而止。继续啊！说完了，那你就这么简单没了。老师，江南的思路对吗？哼，江南我就不信这道题你也能答出来。在大气中，将一容积为050m3次方的一端封闭，一端开口的圆尖筒底朝上，尖口朝下竖直插入水池中，然后放手。平衡时，简内空气的体积为040m3次方，设大气的压强与设 m 高水柱产生的压强相同，则筒内外水面的高度差为……此时老师还没来得及写出选项，江南却直接出说了答案。意不意外？他妈的，这怎么可能？这可是某场物理竞赛的预赛试题啊，比高考压轴题还要难的那种。他竟然直接心算秒答，这简直是要逆天了好吧？老师，这些题也太简单了，根本没难度啊，要不你再出个难点的试试。连续13次考试我都把分数控制在90分，本想就这样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班主任竟然设计要拆穿我。江南同学，你醒了吗？张浩，真慢，你又想找男神的茬？不是。不是什么？记得上课的时候，你说只要世上真有5色书，就把桌子省吃来着。现在来的正好，赶紧追赛吧。王胖子，你这就不对了。张浩什么时候说要生吃桌子了？就是他根本没说过这话，何况张浩找的是江南，不关你的事。你在这指手画脚的做什么？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丁爷知乎大卷，你们又想欺负人吗？有，之前张浩说生吃桌子的事，应该全班人都听到了，你们想赖也赖不掉吧？我本想的算了，毕竟都是同学，结果你们还要惹我，莫非真以为我没脾气？要么赶紧走开，不然我不介意跟你们好好玩了。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江南本不想计较，可结果对方非要一而再的找茬，那就别怪他不讲武德，降维打击了。那个江南同学，你误会了，大家都误会了，我不是来找麻烦的，而是告诉你，物理老师让你放学后去他办公室一趟。还有，之前是我不对，在这里我跟你道歉。由于画面逆转的太快，黄四海这几个吃瓜群众一时都没反应过来。江南，我承认你物理很厉害，不过我也不会差，我肯定会追上你的。哼，小子，你等着吧，这事没完，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迟早弄你。然而江南却一脸的无所谓，在他眼里他们不过就是作威作福的战五渣罢了，对他来说睡觉才是头等大事，毕竟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和悟性，学习效率是普通人100倍，但副作用是极耗精神力，而精神力却需要靠睡觉来补充，这就是他上课打瞌睡的原因。胡老师，跟你说个事，你可不要太激动，你们班的江南可是了不得呀，他的天赋和实力绝对能称得上是传说中的物理天才，超级学霸，以后这个学生就交给我了。谢宏伟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说完，班主任胡一飞、曹天元却并没有他想象当中的惊讶和激动，反而淡定的一批。怎么，胡老师，你莫非不相信我的话？谢老师，你误会了，你的话我肯定相信的，只是你建议江南放弃其他科目，专攻物理竞赛，这不太可取。此话一出，谢宏伟当即大怒。胡老师，你疯了吗？江南是物理天才，
而且是100年难得一见的那种。但他在其他科目上水平一般，所以必须把所有精力都放到物理上来，不然就是浪费天赋。如果不让江南专攻物理，你将是学校的罪人，是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该被钉在耻辱柱上，不可饶恕。哪里？胡一菲瞬间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教学向来认真负责，兢兢业业，怎么就成了学校毁灭一位物理天才的罪人？你就是这样教学当班主任的吗？难怪学校名声越来越差，优秀拔尖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位被同学们称为红星13妹、圣斗士乃至夺命女魔头的胡一菲，此时被对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老谢，人家胡老师都没把话说完，你那么生气干嘛？早在你来之前，我就跟胡老师说好了，江南将代表学校去参加下个月的奥数竞赛，所以你让江南放弃其他科目，而专攻物理，我曹天元是第一个不答应。老曹，你刚说什么？你要让江南去参加奥数竞赛？没错，这点胡老师已经答应了。你怎么能这样？江南是物理天才，又不是数学天才，你居然让他去参加奥数，疯了吧你？哼，你才疯了！实话告诉你，他不仅是物理天才，更是数学天才，甚至在其他科目上实力都不差。而且我还是第一个发现他有这实力的，胡老师是第2个，你只能排老3。这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既是物理天才，又是数学天才？突然，一个且不可思议的念头浮现在谢宏伟脑海之中。难道这江南过去一直在扮猪吃虎？你猜的没错，江南过去是故意在隐藏实力，每一科的每次考试都表现平常，成绩都在及格线。其实他是在控分，但实际上他就是超级学霸，数学天赋排在第1。我操，难怪之前江南物理成绩一般，可今天却逆天崛起，一鸣惊人。原来是故意隐藏实力，甚至考试时还控分，这脑回路太他妈惊人啊！谢老师啊，你居然也有目瞪口呆的时候。刚才你批老娘可是批得很了，现在却跟个二傻子一样，青筋直冒。不对呀，老曹，你刚才说江南数学天赋排第1，胡说八道。江南明明物理天赋才是第1，且我已经在课上验证过。你才胡说！江南数学最厉害，物理最厉害，数学。霎时间，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一旁的胡一菲看不下去了。作为江南的班主任，老娘岂能不知江南哪方面天赋最强？我还没开口，你们2个任课教师争个屁！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就被猛然推开。胡老师，跟你说个事，你可不要太激动。江南他是体育天才。一场奥数突击考，学霸班长只得了50分，校花30分。我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不料在老师的设计下，我竟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1。江南同学，这到底怎么回事？你数学行，物理行，现在体育也行，你到底还有什么是不行的？这字有些奇异啊！身为男人，怎能说自己不行？不仅要行，还要都行。那个老师什么行不行的，我怎么就听不懂呢？你还不摊牌吗？现在曹老师和谢老师都在这，你明明各科成绩都很好，可谓全能型的学霸，却为什么每次考试都要控分？果然，控分的事被发现了。不过让我当众承认是不可能的，毕竟控分的科目可不止语文、数学和物理。老师，你在说什么呀？我真听不懂啊！控分是什么意思？这词有点奇怪。江南，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已经将你这1年来每科每次考试的成绩都对比过了。1、2次可以是巧合，但哪有10几次都是巧合的？且不是一科，而是全科。胡老师别生气，江南不承认，肯定是有他的苦衷的。江南，现在这里也没有外人，你控分的事大家都心知肚明，何必藏着掖着？真当我是傻子吗？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若说你们之前没商量过，鬼都不信。江南，你是天才，这点毋庸置疑。你不愿被人关注，所以做出考试控分的事，这也是能理解的。但我更希望你应该多表现一点，骄傲一点，甚至狂妄一点。比如今天你在我物理课上可谓一顿操作猛如虎，那就很好吗？真让人热血沸腾。这是想3英战吕布吗？小爷就是不搭话，任凭风浪起，也不变应万变，你们又能奈我何？江南同学，别的我就不跟你说的，这控分的事，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都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你数学很厉害，下个月的奥数竞赛，你给我随便拿个国一回来，应该没问题吧？还有物理竞赛，到时候你也得参加。以你今天在课上表现，拿个国一问题不大。我要求不高，毕竟语文没竞赛。但身为你班主任，下周学校会进行高3第1次月考，你给我拿个全校第1，这应该不过分吧？考！奥数国一，物竞国一，再加上全校第1，这是要逼我死吗？何况拿不拿第1又不是我说了算。
这得看系统心情啊。老师，你们可不要对我抱太大希望，我就是个学渣，万一我考差了怎么办？以你的水平，考个全校第1是绝对没问题，除非你还想控分故意放水。若真是如此，事后可别怪我让你好看。你不是喜欢上课睡觉吗？信不信以后所有语文课都专点你的名，我让你睡不安宁。吴亦菲此刻气场全开，她那圣斗士、灭绝师太、夺命女魔头的称号，自然不是泥捏的。老师，你用睡觉来要挟我不好吧？毕竟你跟我打了赌，只要我数学考试及格，就再也不管我睡觉来着。你可不能出尔反尔。我就出尔反尔怎么着吧？总之，我就看你下周考试的表现。你若不能让我满意，我还会让曹老师、谢老师在数学和物理课点你名，甚至其他科目我也会不定时去查看，让你绝对没法睡觉。若这还治不了你，那我就只能家访了。这杀手锏我是不想用的，毕竟打扰你父母也不好。可你不要逼我。身为班主任，胡一菲不仅怨毒却不服输，出尔反尔，甚至还要偷家。若说不能睡觉是江南的软肋，那偷家就是他的逆鳞，这真是不讲武德啊！而旁边的曹天元和谢宏伟此时已经开始憧憬江南在竞赛上大杀四方、大放光彩的一幕了。怎么，你还没回家？这不是等你吗？下次你先走，不要等我了。江南有2大铁，一是王胖子，二就是白英英。甚至在江南穿越来所获得的记忆里，他认识白英英的时间比王胖子还早得多。江南，明早上我去找你哈。明天周末，你找我干嘛？找你给我辅导。辅导？你可是学霸，还要我辅导吗？学霸又怎么呢？现在你不只是学霸，更是学神，我要向你学习。可是我想睡觉。那我不管，你是我死党，我被秦雨墨压了3年，都要绝望了。现在你数学和物理那么厉害，必须帮助我，让我超越他。我能拒绝吗？不能。白英英不给江南反驳的机会，便踩着轻快步伐，哼着小调跑远了。在学校被老师逼迫，好不容易放学回家，想周末睡个懒觉，还要被白英英那妞压榨，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呀。江南，难得你高3了还有假期回家，来，赶紧陪老爸喝一盅。喝喝喝，就知道喝。楠楠还在上学，你敢带他喝，我打断你的狗腿。这不是楠楠回来高兴吗？高兴个屁，你就是想找个理由。我可警告你，你敢在楠楠面前喝，我就把你的酒全收了，让你以后喝西北风去。此话一出，江高远吓得赶紧收了起来。在江家，大事江父说了算，小事江母说了算，而事之大小则由江母说了算。自然，江高远不敢跟周秀琴硬碰硬。见此，江南只是会心一笑。虽然他爸妈偶有吵闹拌嘴，可他很喜欢家里的氛围，平淡真实，弥补了记忆深处的一丝缺憾。江南大懒虫，快起床啦！我去！白莹莹，你个女流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还愣在这里干嘛？捂着眼睛却开条缝隙是什么意思？还看？出去！我要穿衣服。一场奥数突击考，我以90分的成绩力压5大学霸考的第一。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数学老师竟然要设计拆穿。系统要求本次体能测试请获得100分。啥？体测也要控分？100分那可是满分啊！往日控分不都是及格线吗？而现在却要让我一鸣惊人，莫非系统你变性了，还是拿错了剧本？江南，这1000米耐力跑，你有没有胆量跟我和大军比一场？金燕子，胡大军，你们是属狗屁狗友的吧？整天没事找事惹新人。哼，王胖子，你是江南的狗吗？这么维护他，这不关你事，滚开！你们找我茬也就算了，还敢骂我兄弟，简直就是找死！今天要好好教训这2人一番，让他们长长记性。江南怎么没有胆量跟我们比一场吗？这可是你们要比的，别怪我到时候脚下不留情。说说吧，怎么个比法？很简单，看谁跑得快就成。我们也不欺负你，只要你能胜过我们俩其中一个，就算你赢。南山，你万万不能跟他们比啊！别忘了，他们俩都是体育生，还是校田径队的，最擅长跑步。这2年的校运动会，无论是短跑还是长跑，他们可都拿了名次的。胖子，你放心，就这2歪瓜裂枣，我根本就不放在眼中。今天我就要教训他们。口气倒是不小。既然你这么自信，那咱们不如来点赌注。如果你输了，就当做全班人的面向我下跪承认自己不行，如何？金燕子，大家都是同学，你可不要太过分了。胖子，淡定，这赌注可以，只不过若你们输了又如何？如果我们输了，同样当众向你下跪，并承认我们不行就是。好，大家可都听见了哈，他们是自愿的，没人逼他。待会输了，你们都要来做见证。
丁妍子、胡大军虽然学习是班里的吊车尾，在体能上确实当之无愧的王者，尤其是跑步这一项，他们均夺过冠亚军。班里众人不禁为江南捏了一把冷汗，周围的好事者们议论纷纷，基本上都不看好江南。男神是疯了吗？他居然敢跟胡大军比跑步！胖子，你刚不是和江南在一块吗？怎么不劝着点？我劝了，但我劝不住啊。男神，你刚实在太冲动了，要不我替你去跟丁妍子他们服个软算了，总比待会输了被当众羞辱的强。胖子、英英，你们两个急啥？放心吧，我既然敢这么做，自然有把握能赢，没事。大家都来集合，男生1千米4分35秒及格，切记安全第一，友谊第一。随着体育老师王大人一声令下，众人一窝蜂地冲了出去。林妍子和胡大军一开跑，他们便双骑绝尘，囊括了第1和第2名，将其他人都远远甩在身后。江南，你特么就是傻缺，居然敢跟我们比赛跑，不自量力！看我们这次怎么将你碾压！若不快上你20秒，我们都不叫极速双雄，你就等着跪地认输吧！丁妍子、胡大军内心充满得意，但就在此时，一道疾风如闪电般驶来。尼玛，这怎么可能？不行，绝不能让他超过，必须再加把劲！丁妍子和胡大军都十分默契，将所有力气灌注在了双腿上。这一刻，他们只感觉要超越极限，热血沸腾。喂，我说你们速度很一般啊，跟蜗牛一样，就这也敢在我面前嚣张？瞬间，两人惊呆了。这可是1000米快跑，正在全力冲刺中啊！这家伙居然还有余力说话。他俩此时早就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感觉整个人都要炸了。而江南连大喘都没有。好了，不跟你们瞎扯了。瞬间，江南火力全开，不一会的功夫，江南就冲刺到了终点。反观丁妍子、胡大军，扑通一下摔了个狗吃屎，直接跪在了江南面前。你们俩也太客气了吧，这么着急给我当众下跪！我操！男神真他妈666啊！数学碾压苏雨，物理碾压张浩，跑步还能压丁妍子和胡大军，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服了，彻彻底底的服了。江南，你实在太棒了，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你跑步这么厉害，爱了爱了。老师，那个丁妍子和胡大军怎么样？伤得重不重？放心，都只是轻微擦伤，已经送医务室了，没多大事儿。倒是你小子很不简单啊，居然把他们玩虐了，确实厉害。我带了你快3年，居然都没发现。我就是瞎跑，平日没怎么练习，只能算一般般吧。一般般？不，这可不是一般般了。刚才我看你跑得很轻松，显然留有余力。如果全力以赴的话，跑到2分40秒不成问题。老师，哈哈哈，别叫老师，以后叫我老王。老王，可是我。别啥可是的，听我的，没毛病。有我给你特训，再加上你这天赋异禀，护体验体不一定，但一个成体恶体是跑不了的。老师，这是难办哈，我对体育不感兴趣。哼，这事你说了不算，我去找你班主任。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当前可抽奖次数2次，是否抽奖？抽奖。叮，恭喜中奖，获得盐灵果1个，大力巧克力1块。这盐灵果和大力巧克力是什么鬼？盐灵果服用后改善容貌，使人颜值在原基础上提升10倍，达到完美无瑕、灵气逼人的地步。大力巧克力服用后增强体质，在原基础上永久提高10%，但会有轻微副作用，如肚饿、拉肚子。确实是个好东西，但这大力巧克力的副作用我可不敢吃，毕竟我的饭量已经相当惊人了，不如把它给王胖子。小子，你就睡吧，尽管睡，只要你明天能给我拿个全校第一，你怎么睡我都不管。但若是你没拿到第一，我自会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同学们，明天我们将进行本学期第1次月考，虽然只是月考，却十分重要。瞬间，在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凝神灌注听讲，甚至连后排的那些学渣都收起小动作，但江南却毫不客气的在呼呼大睡。若是别人，胡一菲早就使出台一闪、奔雷拳、乾坤意志的加强版、闪电9连弹等绝招了。然而，对于江南，他却硬生生忍住了。这算什么？我们学啊学，他却睡啊睡，都咸鱼到如此地步了，成绩还那么好，老天你怎么不降雷劈死他？班主任胡一菲，外语老师雪里阳，化学老师杜明晃，生物老师亚克汤，你们不向来都毫无人性的吗？曹天元和谢宏伟不管可以理解，毕竟江南这2门课很厉害，可其他课呢？语文、外语、化学、生物方面，江南貌似很一般吧？结果你们都不管，是对江南放弃治疗了，还是故作偏心？难道长得帅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尤其是惹里阳，讲课就讲课，还时不时的偷瞄江南，四镜如天人是什么鬼？除了白茵茵和王胖子，班里其他同学心里可真是五味杂陈，思绪纷飞。下课了，
下课了。江南，我承认在物理方面我没你有天赋，你即便睡觉都那么厉害，但我这2天一刻都没放松，相信明天的考试肯定会超过你的。我会让全班人都知道，我才是物理课代表，我才是在物理上最强的。张浩当众朝江南撂下这么一段宣言，随后就跑了。你是物理课代表没错呀，我又没想要抢走你的职位，你用得着对我如此敌忾吗？貌似每次物理考试你都比我厉害吧？真是有病！江南只感到莫名其妙，但没等他缓过神，又有一人攥紧拳头来到面前。江南，我也承认，在数学上我没你有天赋，毕竟我从未见你看书，你却考了第1。但我跟张浩一样，明天考试我肯定会超过你，我才是在数学上最厉害的。江南，我才是外语课代表，在外语上我不比任何人差。一时间，江南被围得水泄不通，众人纷纷撂下狠话。班长，莫非你也？江南，我希望你明天考试不要藏拙，而是全力以赴，考出你的真实水平。我没藏拙呀。不，你肯定藏拙了。一个数学物理那么厉害的人，其他科目绝不会差。你一定要答应我，因为我想光明正大的战胜你，而不需要你让我。有病吧你们，一个个的跟吃了枪药一样，这也要战胜我，那也要战胜我，真是吃饱了没事干，有这功夫早点去食堂干饭不香吗？明明我们才是个科最优秀的，是老师最看重的，凭什么被江南抢走风头？对，凭什么被这个瞌睡王超越？明天考试一定要跟他较个高低，决个胜负。这些人太过分了，居然敢对你下战书，甚至连秦雨墨都如此。江南，你可要加油，明天考试绝不能放水，一定要灭灭他们的威风，踩踩他们的气焰。烦死了！灭威风、踩气焰，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其实也蛮简单的。但这不由江南控制啊！如果系统控分还是及格线，他总不能为了争口气就考满分吧？这种费力不讨好、进出风头却得不到系统积分的事，他才不干呢！我操！要完蛋！胡一菲监考绝对会死盯着自己了，我还怎么控分？怎么放水？难道真要让自己做费力不讨好的事？下一秒他就惊讶了，只因系统任务终于来了，但与往常让他控分在及格线的任务截然不同，这一次居然是本次语文考试仅获得150分。150分？莫非系统真的变心了？既然系统要求了，那小爷就不再放水了，正好可以让胡一菲不找麻烦，让昨天那群放狠话的小子再打次脸。很快试卷就发了下来，当别的同学才刚写完名字考号，开始看题的时候，江南已经飞速作答了。从基础选择题到古诗词鉴赏，到文言文分析，到阅读理解，再到他速度很快，基本上是扫一眼题目就知道答案了，完全不需要多想，可以说是眼快心快手更快。好快，他难道都不用看题思考一下的吗？还是说这次考试太简单了？抱着好奇的态度，胡一菲拿过一份空白卷子，我倒要看看这题目是有多简单，以至于江南连想都不用想。的确，前面的选择题和诗词默写，只要学生基础牢固，跟送分没啥区别。但到后面，胡一菲顿时惊呆了。哪尼？这题是谁出的呀？你确定这是给学生做的？卷子开头很简单，诗词鉴赏加大点难度可以理解，但这文言文是什么鬼？原文如下，预示什么意思？最后请通篇翻译全文。尼玛，这出题组的人有病吧？还是说这他妈是出错题了？难，实在是太难了。这确定是给我们出的文言文吗？一堆读音相同的字放在一块，谁他妈知道悠的是什么意思？探探对本文的理解，老子都看不懂，能有个屁的理解？你讲雷皮斯出题人吧？这是给人做的吗？妈的，这狗卷子老子不考了。这位同学现在还在考试，请回到自己座位上，不到最后15分钟不能交卷，不能离开考场，不然将按0分处理。0分就0分，我试卷都丢了，还考个屁！瞬间考场躁动，同学们被考得纷纷崩溃。吴亦菲气不打一处来，气冲冲地杀到了教研组。你看你们出的好题，连我都有压力，现在把学生都逼崩溃了，很得意吗？你看你们出的这些题，是想把我的学生都搞崩溃吗？距离高考只差100天了，你们什么意思？那个胡老师，你别着急，这题不是咱学校出的，是来自省里。虽然这明面上只是一次月考，但实际上可以说是全市联考，其他老师也都反映过了，我已经紧急联系市里的出题组了。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出题的这个人是故意想打击学生的信心吗？这人其心可诛啊！胡老师，你别急嘛，你先回去安抚学生们考着，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哼！胡一菲心里虽然愤懑不减，但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安抚同学们了。同学们，大家都不要急，不要慌，要稳住。
考试不就是考的一个心态吗？要知道你不会做的，别的同学也不一定会。大家先略过前面不会的，把后面的做完。会。老师，你真是睁着眼说瞎话！什么叫我不会的，别人也不会？我前面这位从开考到现在笔就没停过，而且我用盗版写轮眼看得清清楚楚。他诗歌鉴赏和文言文全做了，这些题对他来说那就是小意思。这后面的作文题确定是给我们高中生做的吗？算了，我也不考了，0分就0分吧。诗歌鉴赏难，文言文难，现在占了足有60分的作文题，也这么难，这次考试绝他妈是贵了。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劳资不如玩去，0分变0分，也不伺候了。怎么，你也想学丁言子吗？我希望你不要闹小情绪。此时无论胡一菲怎么安抚，心态崩了就是崩了，尤其是在有人带头前提下，随之又有好几人把剑一交，愤然离开。胡一菲看了看这些人的卷子，做的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用说，都是学渣中的学渣。走了就走了吧，总不能强行把人给留下。不知道江南做的怎么样了？此时的江南过5关斩6将，一路杀到了作文题。作文是非命题，所以能联想的很多，只要契合题意，写的方向更多。60分打个30-40分再简单不过，但想上50分就要看作文功底了。这次系统的控分任务是满分，那意味着我这篇作文必须拿60分才行。但语文想考满分，那真是千难万难，尤其是作文，满分的作文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特么就没有精准的评分标准了。嘿嘿，有了，这题感觉也没啥难度啊，都不够小爷喝一壶的。此时胡一菲带着一丝好奇，以巡视为由，来到江南身后。当他一眼看过去的时候，瞬间惊呆了。卧槽，文言文，江南居然用文言文写作，这怎么可能？正文如下：尼玛，这还是人吗？老娘可是语文老师，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且是硕士研究生，想当年也没少写出好的作文，可跟江南一比，这打击不得不说有点大呀，太妖孽了！莫非这就是所谓的控分大神、超级学霸江南的真正实力吗？总算搞定了，这起码费了我3成功力，不信拿不到满分。老师，你什么时候站着我身后的？江南，你要干什么？做完了交卷啊。你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做了？都做了呀。就算做了，你也应该检查一下，不小心做错了怎么办？用不着，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老师你放心，这次我没放水。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没看见教室里不少人都抓耳挠腮、磨牙切齿，甚至崩溃弃考了吗？可你却说很简单，你难道良心不会痛吗？不仅是胡一菲，还有考场里正考试的其他同学，一个个的都差点一口血卡在喉咙里。男生啊，快收了你的生虫吧，我们小心脏受不住了。靠，我诗歌鉴赏和文言文都没做，作文更是没开始，可你却都做完了，你这手速比万年黄金单身汉还快，怎么练出来的？等等，江南，考场有规定，最后15分钟才能交卷离开，现在时间还没到，否则就是0分处理。时间没到不能交卷，这时间过得也太慢了吧。江南无奈，只好回到座位试了起来。看看，难道这就是超级学霸的待遇吗？如此难的试卷，那小子提前半小时全给做完了不说，还能趴住睡觉，而监考老师却不管。这小子到底是谁？莫非他就是学校最厉害、最有名、号称学霸中学霸的秦风？可是秦风应该没这么帅吧？这人语文水平极高，绝对比得上秦风，而长得又极帅，甚至超过叶知秋。之前听监考老师叫过2次，貌似这小子叫江什么南来着？喂，醒醒！老师，考完了吗？还没考完，但到了最后15分钟，你可以交卷去吃饭了。这居然都是对的，厉害！原来这题是这样做的。还有这诗歌鉴赏，答得真不错呀。从沈约仲同的典故，便可推断出作者好友患病为目疾，简直一语中的。还有这个，实在太妙了，层次分明，简约明了。就算是参考答案，也不会有这么准确吧？这回答必定是满分了。一看见江南的试卷，胡一菲就彻底震惊了，随即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好了，考试结束，都不要写了，赶紧把卷子交上来。这就结束了吗？我作文才刚开始写啊。喂，你考得如何？还能如何？扑街一个呀！这次语文实在太难了，我全都不会。我也是，文言文根本看不懂不说，连后面作文都没写完，就这2块加起来，起码扣掉60分，100分百级不了格了。不是吧？你语文可下来厉害啊，班里前3，居然都及不了格。你是在唱学霸戏码，表演凡尔赛吗？
凡尔赛个屁！别说我只是班里前3，就算班里第1，也不一定能及格。我们考场甚至有好几个人才考了一半，就纷纷弃考走了。看来所有人都扑在语文上了。不，那可不一定啊。我们考场就有一个牛人，把诗歌鉴赏、文言文全做了。什么？那怎么可能？是真的，那人真做出来了，而且速度惊人，距离考试结束还有40-50来分钟，就把作文写完要交卷，可谓震惊全场。最后碍于考场规则限制，没法交卷，结果他趴在桌上睡了半小时。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着超级学霸之称的秦风吗？不，那人不叫秦风，好像是叫江南。太惨了！我负责的考场全军覆没，我看了下卷子，没一人能做得出来。我作为语文老师，看了试卷都是一脸懵，这文言文实在太刁难人了，摆明就是在打击学生积极性啊！我们学校高3有近1000名学生，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个能把这文言文做出来的吗？估计是没有，因为学校第1学霸秦风就在我那个考场，我特意看了的，即便是秦风，文言文都一次没动。文言文肯定全军覆没了，这点毋庸置疑，毕竟我们这些老师也不会。我敢打赌，其他学校不说，反正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若真有，那我直接拜他为师。好了好了，都沉稳点，抱怨的话就不要说了。卷子虽来自市里，但实际上出卷的老师却是1中和2中的。据说1、2中都有人做出文言文，所以人家出错题是不可能的，脑袋秀逗就更不可能了。怪只怪我们学校比不上人家。以后各位老师努把力，争取多教点优秀学生出来，可不能被1、2中给看扁了。丢人，真是丢人啊！学生与老师向来是一体，学生弱，意味着老师也强不到哪去，真是太扎心了。吴组长，各位老师，其实我们并不是全军覆没，我考场里就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全都转过头，将不可思议的目光投向胡一菲。胡老师，你瞎说什么？全校第1学霸秦风的文言文都空在那里，你考场里怎么会有人做得出这文言文？就是胡老师，你就不要戏弄大家了。我们学校是不可能有学生做出来的，若真有，我现在就去拜他为师。呦，这么说，我今天要收一位徒孙了。此话一出，众人脸色均变。毕竟撂狠话的那位老师姓岳名王圭，又称岳老三，其教书20年，资历深，水平高。而胡一菲资历尚浅，属后学莫技，却要收前辈为徒孙。胡老师，岳老师只是太急了，所以一时乱说话罢了，你就别拱火了。嗨，不好意思各位，刚才口误。但是我们班上真有学生把文言文做出来了，而且我对了答案，正确率100%。除此之外，他诗歌鉴赏也做了，而且都做对了，甚至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做完了。胡老师，是你们班的秦雨墨还是向叶？秦雨墨应该不可能，这个学生我认识，他虽然不错，但我有注意到其文言文跟秦风一样，都没做出来。向叶也不可能，那女娃在我考场，她连诗歌鉴赏都没做，更别说文言文了。胡老师，莫非是你们班其他几个学霸？苏雨、张浩、白英英，还是唐甜甜？你们说的这几个都不是。这位同学过去成绩表现一般，只在及格线徘徊，他叫江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个过去3年都平平无奇的学生，怎么可能突然一鸣惊人？江南过去虽名声不显，但不代表他实力不行。实际上他非常优秀，诗歌鉴赏和文言文他都做对了。你们也许可以质疑他是运气碰巧，但我告诉你们，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你们应该没法质疑了吧？胡老师，你说啥？他作文是用文言文写的？你在开什么国际玩笑？文言文啊，现在学生连看懂都费事，如何能用来写作？还800字的那种，除非他是超级天才、超级学霸。众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不信，毕竟这实在太有悖常理了。用文言文写作，别说那些学生，就算是他们这些沉浸语文数10年的老师都不会啊！不行，忍不住了，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赶紧把他卷子找出来看看。对，赶紧找出来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真和胡老师说的一样，那我说话算数，立刻去拜师。当众多老师找到江南的答题卷，并兴致满满凑到一块看向作文时，瞬间时间好像静止，所有人都一动不动，足足愣了数分钟之久。这还真是文言文作文，赤兔之死。这标题很有意思，这文也很有意思，立意切合，语言流畅，简直不可思议。不用说了，这个叫江南的学生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学霸中的学霸。这次高3上午的语文考试史上最难啊，高3近1000人，可谓全军覆没。那文言文连常年霸榜学校第1的秦风都没做出来，可想而知这题是有多么难。不会吧？我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很简单，就是篇同音文，讲的是一个先钓鱼还是先卖鱼的小故事来着。
我去，这么厉害吗？那岂不是超越了秦风？要知道之前高三每次考试，301班的秦风都是囊括各科第一的。不过这一次他貌似碰上了对手，语文第一选了。八卦使人之本性，不分男女。就在语文组老师们震撼的同时，校园各处都在吃瓜。这次高三语文考试，江南被众人脑补成超级学霸，能与老牌学霸秦风相争的那种，甚至连叶知秋都被卷入其中。有意思啊，真有意思！上午考的那篇文言文，连我都束手无策，却居然有人做出来了。秦风心里对江南产生了一丝好奇。另一边，同样被八卦者提及的校草叶知秋，其想法却与秦风截然不同。居然有人传食堂出现一学霸，在颜值方面更是帅破天，能吊打我。学霸不学霸的他不在乎，但长得比自己帅，这他就不乐意了。尤其是听见江南身边还有白英英相伴的时候，更是鹰眼人怒火熊熊。好小子，你他妈完了！等我搞清楚你是谁，必去找你。然而作为话题焦点，江南却并不知情。很快，第二场数学考试正式开始。卧槽！上午考语文是胡一菲监考，下午考数学是曹天元。说好的信任呢？难道就这么怕我在空分考个及格线吗？在试卷发下来那一刻，系统的提示音又来了。本次数学考试，请获得150分。果然，这系统真是变性啊，势必要让我一鸣惊人不可。反正语文已经能拿满分了，数学再拿满分也无所谓，正好应付曹天元的监考，免得事后找我麻烦。想到此，江南一脸轻松，随后便开始了疯狂答题。开考仅不到10分钟，他就一鼓作气将整张数学卷子做完，且100%正确。我从教近20年，什么样的数学天才没见过？开考不到10分钟，他就做完了。这次月考压轴题的难度可是堪比奥赛啊！此子简直妖孽。这答题卡太小了，最后这道大题才写了3种解法，就没地方写了，真是可惜。此时曹天元血液沸腾，直冲天门盖，比起他出婚入洞房还激动，比起男足夺冠世界杯还要震撼。什么叫答题卡太小，才写了3种解法？莫非这题它还不止3种解法，还有第4种、第5种？老师，我做完了，可以睡觉吗？怎么，你都不检查一下吗？检查什么？这么简单的题怎么可能做错？如果你没意见，我可就要睡了。老曹啊老曹，让你故意盯着我，我会给你脸才怪。看着已经趴在桌上的江南，曹天元内心里一阵嘀咕，显然十分不满。尼玛，我耳朵没出问题吧？这才开考10几分钟啊，那小子就把一整张卷子做完了，这是什么拔刀速度？黄金单身100万年也比不上好吧？还说这题目简单，身为数学天才，向来能考140以上的我，选择题后5道可都不会好吧？就在此时，有几道身影突然出现在窗外，伸展了脖子朝考场里张望。哈哈，这下江南完蛋了，被这么多老师抓个正着，就算跟是亲戚都没用。岳老师，我还记得你在1楼监考来着，怎么来5楼了？嘿嘿，我本想上个厕所来着，可一不小心就走错地方了。你1楼能走错到5楼，这错的也太多了吧？再错下去岂不是要上天？好了，大哥不孝二哥，罗什不孝蚌壳，打开天窗说亮话。想必各位都是来看用文言文写作的那位绝世奇才的吧？就是他，正趴桌上睡觉的那个就是。你小子就狂吧，我还巴不得你再狂一点了，这才有年轻人的样子。反正你再狂也是我教出来的。江南，又是江南，语文数学考得很好就罢了，现在就连题目最多囊括物化生3门的理综考，也只花了40分钟便做完，而我现在却成了小丑一个。你既然真这么厉害，干嘛不早点表现出来？故意在戏弄我吗？现在是考试时间，距离结束还有15分钟，你怎么出来了？我提前交卷了。你怎么能提前交卷呢？这对自己也太不负责了。我早就做完了，保证全对，应该可以提前交卷吧？早就做完了，还保证全对？就算是我监考教室里的秦风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你真是大言不惭。然而江南哪有功夫搭理他，转身便溜了。我说老黄还要监考，你追他干嘛？你没听见他刚才的话吗？说把理综卷子做完了，而且全对。这种没本事却说大话的学生必须教育。其实他说的或许是真的。你脑袋发懵了吧？这次理综的难度毋庸多说，就算是301班的秦风也不可能提前交卷，还得满分。你居然相信那小子可以？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可是传说中的超级学霸，就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子，还是超级学霸？呸！别急，等这次月考的成绩出来你就知道了，保证让你大吃一惊。你就是304班的江南？没错，我就是。有人说你是一匹黑马，是超级学霸。昨天的语文考试你提前40-50分钟就做完了，那数学考试更快，才10几分钟。
对此我是不太相信的。虽然空穴不来风，但肯定有夸张之词。这次理综考试难度虽一般，但其他人都还在做题，就连我也只是提前13分钟交卷，结果你比我还快。老实说，你真的都做完了吗？莫名其妙，你脑子有病吧？我做完了如何？没做完又如何？这跟你应该没啥关系吧？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2天很多人都说你是黑马，能超越我。本来我并不在意，但既然今天碰上了，且理综刚刚考完，如果你真都做完了的话，不如一起来对对答案如何？我倒想看看你是真的黑马还是假的黑马。对答案，白莹莹找他对答案还行，毕竟关系摆在那。可面前这个人在江南眼里算老几？怎么担心一对答案就露馅吗？我还以为这次终于能碰上个对手，能调剂一下我这枯燥的高中生涯，可结果……同学，你想多了，我不是没做完，而是全部正确，没必要跟你对答案。秦风可是3周最炙手可热的人物，每次考试无论单科还是总分，他都霸榜第一，可谓超级学霸。平日里都是清高在上，不愿搭理人。可今天他第一次主动开口跟江南对答案，却直接遭到拒绝，甚至对方还口出狂言。江南，我记住你了。虽然你语气很狂，但我可不认为你真有那么狂妄的实力。不对答案没关系，反正要不了1天，成绩就会出来，到时候某些人自然会原形毕露。在此之前，我真希望你能有资格做我的对手，可现在看来你不配。秦风对江南充满了不屑，甩了甩手便转身离开，那眼高于顶的样子颇像一只骄傲的大白鹅。这人真是有病，小子，你还真是狂的没边了，连全校第一学霸秦风都敢对。你又是谁？叶知秋。你就是叶知秋？哟，看来你还听说过我的大名啊！既然这样，那我也不藏着掖着，奉劝你一句话，你要有自知之明，一些不属于你的人不要妄想能追上手。啥意思？我没听明白啊！话说劳资没惹过你们吧？你们却一个个跑过来跟我撂狠话，有病就赶紧去治。江南，你……就在这时，后边更传来一声嗤笑。他妈的，谁敢笑我？几乎在一瞬间，叶知秋忍不住要发飙。然而当他看见是白莹莹时，顿时咬牙狠狠地憋了回去。也就是眨眼间的功夫，脸上的愤怒变成了招牌式的微笑。莹莹，你怎么来了？吃饭了没？没吃的话，我请你去吃学校对面新开的那家西式料理。叶知秋，你在这干什么？告诉你，我跟你没关系，更不可能跟你出去吃饭。你赶紧走吧。哼。江南，怎么样？这次理综考得如何？还行吧。还行是什么意思？满分应该没问题。快，赶紧跟我对对答案。我今天虽然超常发挥，勉强提前交卷了，但有很多题都拿不准。看看这次我能考多少。江南拗不过白莹莹，只能点头答应。化学是 BBBCC。尼玛，我舔着脸讨好白莹莹，她却跟江南有说有笑对起了答案。莹莹，那个……咦，叶知秋。你怎么还在这？我不是让你走了吗？你成绩又不行，赶紧走吧，别在这碍手碍脚，打扰我们对答案。还有，以后别嘤嘤嘤嘤的叫，我跟你不熟，请叫我全名白莹莹。哼！白莹莹虽然物理做得还不错，可化学错了不少题，本来心情就不好，结果还要被叶知秋打断，顿时他就有些发飙。这里有些人太杂了，走，咱换个地方。好啊。白莹莹点了点头，便跟着江南离开，只留下叶知秋一个人站在风中凌乱。江南，好一个江南！小小癞蛤蟆却凭一张后天刀子脸，不仅抢我的人，还要抢我的名。我记住你了，这仇必报无疑。叶知秋一阵咬牙切齿，双眸中更燃烧着熊熊火焰。而另一边，江南与白莹莹换了地方坐下。坏江南，我不该跟你对答案的。虽然你帮我辅导了物理，让我这次考试超常发挥，但也错了3道题。化学更惨，错了5道，甚至连最简单的生物都错了2题。这次理综也考砸了，估计只有230-240分，肯定又比不过秦雨墨那女人了。这么多人，其实能考234你已经很不错了。234就很不错吗？秦雨墨考的绝对比我高，我又输给他了。你可以不跟他比啊，学校那么多人，起码有90%都不如你吧。人贵在知足。我知足啊。只要能战胜秦雨墨，证明我不是花瓶，不仅只是长得好看，我就知足了。我都没想过要赢你。不行，我绝不会放弃。我想要你给我辅导。我之前不是给你辅导过吗？之前时间太短，你讲的那些我没法全部吸收，所以我想在课余时间找你，且不只是数学、物理，还有其他科目。我能不答应吗？那会累死我的。我想睡觉。哼，不行。走。我们去教室自习。啥？自习？中午不睡觉吗？不是说给我辅导的吗？时间不等人，当然要抓紧1分1秒。下午3点，
第4场外语考试正式开始，江南疲惫不堪地坐在考场里，仿若被压榨了7天7夜一样没了魂。白英英所求无度，简直不是人了。本次外语考试，请获得0分。0分不是150分吗？这狗系统又要作妖了。江南几乎没忍住要吐血，差一点他这次考试控分就失败了，因为光他已经做完的单选题就已经15分到手，远远超过了控分任务。这狗系统绝对跟我有仇，这是要故意整我呀！哪有这样发布控分任务的？前面3场考试，语文、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150、150和300，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这成绩一出来，你让外语老师怎么想？让其他同学怎么想？那仇恨值绝对是拉到爆棚！完犊子了！完犊子了！这仇恨值绝对拉到爆！狗系统故意要害死我呀！语文、数学和理综都让我拿满分，可到了外语却是0分。外语老师，我只能对不住你了。于是江南选择题全选错，填空题单词没一个正确。至于作文，他用古希腊语写的，连外语老师都看不懂。我靠，又来了！那小子又提前考完睡觉了，13都给他装满了。张楠，等等我！白英英，你怎么又跟过来了？月考结束，为了感谢你中午给我补习，我请你吃饭。请我吃饭？真的吗？当然是真的，食堂18菜，你任意选，随便吃，本小姐买单。白英英啊，白英英，我正饿着呢，你就等着大放血吧。于是这顿饭江南足足造了白英英1个星期的伙食费。臭江南，太能吃了！江南，老实告诉我，你总分到底能考多少？差不多600左右，就算比你多，也多不了多少。600分吗？这么难的卷子，你居然能考600分？果然，你过去就是在藏拙，而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吗？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加倍努力，待下一次考试一定会追上你。这女人脑瓜子秀逗了，语文、数学和理综这3门加起来就已经有600分了，最后1门外语就算考得再差，也不可能是0分吧？看来你智商也就那样，待下次考试可就不是你追上江南，而是我追上你了。这一刻，对于战胜秦雨墨，白英英可谓充满了迷之自信。这次月考成绩已经出来了，但不用我多说，你们也知道自己考得怎样吧？说实在的，我真替你们感到羞耻。不过有一点值得高兴，我们班的江南得了满分150，而且打破了3中纪录。男生不愧是男生，没想到他语文真考了满分，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看到老师给我鉴赏和文言文就脑袋发懵，没想到江南这小子真做出来了。都静一静，先听我把话说完。江南不仅语文满分，他数学理综也都是满分。什么？数学理综也满分？老师，那江南外语是多少？以江南的成绩，肯定一枝独秀。就算是那霸榜学校3年，被称之为超级学霸的一班秦风，这次也没法与之相比吧？都给我安静，别乱猜了。江南外语没有满分，而是考了个0的，所以他的总分就是600，得了全校第2。此话一出，全场再次震惊。这怎么可能？高中3年，整个班级还从未有人外语得过0分吧？最低也有10几20。难道说江南外语交了白卷？老师，那全校第1还是秦风吗？没错，那秦风考了602，比江南多2分。外语为0，光凭语文、数学和理综总分都有600，仅仅比秦风少2分，才2分啊！150分的外语卷子，就算作文不写，填空不填，只把选择题 A、B、C、D 乱填一空，也不止得2分吧？这不是故意讽刺人家很二吗？还是跟人家有仇，故意打脸？不过这打脸打得还挺爽，有内味了。一个语文、数学、理综能拿满分的人，外语就算再差，也不可能是0分吧？他就是为了羞辱我，才故意把最后1门外语考0分，总分600，恰好少2分，这不就是摆明讽刺我很二吗？清风，你不要太激动，虽然江南很厉害，但其总分毕竟不如你。好了，现在大家继续自习，班长管好纪律。江南，你跟我去趟办公室。去办公室要干嘛？江南，别拘束，这位是吴能吴老师，也是学校的语文组组长。胡老师真教出了一个好学生啊！有江南同学在，咱们3中的语文一道必然崛起，再创辉煌。江南同学，这次我让胡老师带你来办公室，是有一事相求，希望你不吝赐教。好家伙，不吝赐教都说出来了，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吴组长，你就直接跟这小子说吧，他还是个学生，你用不着跟他客气。不，胡老师，你这话可就说错了。江南虽然年纪不大，还是学生，但在语文一道上的造诣已经不下于你我。
尤其是对古文古字的研究之深，比我们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谓大师也。吴老师，你就别太夸赞我了。女魔，胡老师说的对，你用不着跟我客气，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好，江南，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你用文言文写的这篇作文太过精妙有趣，我们花了大半天的功夫，也没将其彻底翻译出来，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你这位作者叫来。若不介意的话，给我们注释翻译一下，如何？原来就这么个事，吴老师你早说呀，吓死我了。3分钟又3分钟，直到自习结束，江南才堪堪把作文讲解完毕。这简直就是巨坑啊！这群语文老师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比起胡一菲这女魔头还厉害3分。果然人还是要低调一点。可现在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了，蛋疼啊！都怪该死的狗系统。很快，整个3周无人不识君，江南就彻底大火。就连清洁大妈、门卫大爷都知道有江南这么一匹黑马。一个是霸榜学校3年次考试第一，仿若巨龙一般的人物，可今天却被一匹夫逆袭给屠了。就跟小说情节一样，有内味啊！整个校园里一片议论，既惊叹于江南的牛批，也默哀于秦风的可怜，更有一些好事者脑补出了一场2学霸之间的针锋相对，恩怨情仇。另一边，作为此次屠龙的主角，江南从头到尾都没把他秦风放在心上。天地良心，我可真不是故意打他脸的，更没有嘲讽他很二的意思。意外，这纯属是意外。恭喜宿主精准完成本次月考任务，奖励身体素质+6，各科基础+1，各科潜力+1，积分+600。鉴于宿主本次控分任务完成良好，系统特额外奖励宿主400积分，并升级宿主技能超强记忆力和悟性翻倍。好家伙，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足足1000积分，这是要我来个10连抽啊！江南，你跟我出来。老师，我上课应该没犯错吧？你上课没犯错，但考试呢？跟我去趟办公室，找你有事。来了，最终还是来了。江南还没来得及抽奖，就被外语老师施了阳，叫进了办公室。你就是超级学霸江南？超级学霸？老师，用这话来形容我太过了吧？我可不是学霸。哼！语文、数学和理综同时考满分的人，3中有史以来，你绝对是独一个。若这还不能算是学霸，那其他人可就连渣渣都算不上了。江南，你觉得你的外语老师Sorry杨老师怎么样？杨老师他很好啊，为人好，长得也好，我们都很喜欢他。所以你是因为喜欢他，才故意把外语考了0分，目的就是想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是吗？啥？这说的是个啥？喜欢Shirley杨，所以故意考0分？我操，这脑回路也太新奇了吧！老师，你误会了，我说的喜欢只是单纯学生对老师的喜欢。至于这次外语考试0分，那纯粹是我没考好。江南，你用不着辩解了，李明已经全交代了，他就是抄了你的草稿纸，才考了140分，得了外语单科全校第一。此时江南一脸懵逼，这半路杀出来个李明是什么鬼？抄了我的草稿纸，还得了单科全校第一？怎么？你不认识301班的李明？他平日外语成绩只能算一般，但这次考试却得了140分，唯独作文扣了10分，让他上台分享外语提升的经验时，却紧张的晕了过去。事后一问，他就全撂了。他说你的草稿纸掉在地上，他一时没忍住就抄了。这意味着你的外语成绩很好，但在答题卡上，你却故意避开了所有正确答案。作文还用古希腊语，你这么做不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那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外语老师了。哼！江南一时间被怼得哑口无言。我靠，这个李明真是猪对手啊！抄了我的草稿纸也就算了，事后居然还幡然醒悟，玩坦白局，害了自己也就算了，还要坑老子。江南，我告诉你，这次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但下次考试有什么样的实力，就考出什么样的分数。如果再敢这样，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江南被老师们狠狠地教育了一番，便低着头回到了教室。江南，你可真行啊！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故意把外语试卷全部写错，考了0分。现在估计全校人都知道了。哼！误会啊！天地良心，误会！你小子就别装了，那个李明抄了你的草稿，才得了单科全校第一，他自己都糟了，你就是为了吸引杨老师的注意才这么做的。我真不是啊，我那纯粹就是为了好玩，不想拿满分罢了。就在此时，班主任胡一菲怒气冲冲地杀进了教室。我再次强调一下，学校是禁止谈恋爱的，在考试时故意耍小聪明，考0分吸引老师注意，这简直是十分幼稚的行为。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唯有如此，才对得起你们的父母，对得起你们自己。江南，别装睡了，跟我出来一趟，几位老师找你。江南又被叫走了，这次估计是真摊上事了。各位老师，人我给你们带来了，
江南同学，我们也不卖关子，今天把你叫过来，就是想摸摸你的底。摸我的底？这月考不是刚考完吗？咋又要摸底了？是这样，你的几位任课老师向组里推荐，让你代表学校去参加接下来的奥数和物理等竞赛。虽然你月考数学和理综都考了满分，但为了证明你的实力，学校还是有必要再对你进行一次摸底的。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因为外语的事呢，吓死我了。这是我特意准备的奥数竞赛题，你就在这当场测试一下吧。这就是奥数竞赛题吗？也太简单了吧。此话一出，犹如晴天霹雳，蓦然炸响在众人心头。这可不是普通的竞赛卷子，而是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才弄出来的竞赛真题，里面每一道都比高考压轴题难上数倍不止。江南同学，你都还没开始做了，这大话说的也太大了吧？确实很简单啊，看一眼就知道答案，还用得着做？好，你说这些题简单，那你说这道题答案是多少？平面上整点。江南既没拿纸，也没动笔，只是瞟了一眼，便直接开口：答案 B。你是不是之前做过这题？没有。那你怎么这么快？我刚不是说了吗？这题很简单，看一眼就知道答案，根本没做的必要。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可都是奥数竞赛题，怎么可能连想都不想便直接口算出答案？你不会是瞎蒙碰巧吧？说说过程看。所以答案是 B。周凌风还是难以置信，又对江南指向第2题、第3题、第4题，很快江南便统统一一解答。老曹，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提前把这卷子给江南看了，还给了他答案，所以他才知道？傻了吧你？这卷子可是你临时出的，当做宝贝疙瘩似的，就此一份都没给我看过，我怎么给江南看？也对，也对。江南，你就给咱们的周组长详细讲讲解题过程吧，免得他怀疑这怀疑那。江南点了点头，便开始解答。5道题讲完，众人已经彻底傻眼。Oh my god！江南同学，加入我们奥数竞赛组吧！以你的数学水平，100%能拿省一进入夏令营，然后再拿各国一进国家队，到时候都不需要参加高考，便能保送到清北等最顶尖的学府。我说老周，你干嘛呢？之前可是说好的，要让江南把各科的竞赛卷子都做一下，现在他物理还没做，你怎么就要让他加入你们奥数竞赛组了？怎么，你这是嫉妒了吗？江南有这样的数学功底，已经足够获奖保送了，还要做其他科目干嘛？这老周你可就不地道了，万一江南物理水平比数学更高呢？就是，还有化学也要让他试试。一时间为了争夺江南，各位老师吵得不可开交，颇有一种大打出手的架势。各位老师，这下午第3节课就要开始了，我应该去上课了吧？上课？你都有这水平了，还上什么课？没必要，你就留着做题就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连考试都睡觉，更别说上课了。这不上课不好吧？毕竟我还是学生，得尊。那是约束其他人的，约束不了你。我以数学组组长、奥数竞赛组负责人的身份给你保了，只要你参与数学方面的学习，其他的课以后你都不用上。周组长，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江南剩下的题还未做，一场大内斗却即将要开始。好了，别吵了，先让江南做题吧。不出意外，江南很快便将所有的试卷题目一扫而空。一时间，几位老师针锋相对，为了争夺江南，几乎把教务处天花板都给掀了。就在这时，系统发布任务，请宿主同时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科竞赛。这狗系统是成精啊！各位老师，你们不用争了，我决定数物化生4科竞赛我都参加。啥？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啥？你数物化生竞赛都参加？听说一中今年出了好多厉害的人，上周月考那么难，居然有人考出了678的高分，简直逆天！人家学校的2、3名都能轻松碾压秦风，真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按照这个成绩估算的话，本次奥数竞赛我们是凶多吉少了。咱们就是凑凑人头罢了。同学们，一中到了，大家一定要放松心态。当然，某些人也万万不能放水。明明能考99，偏偏只考及格，大意之下在初赛就被淘汰了，那可就不好了。但愿江南这小子不会在竞赛里玩控分。老师，你不要说的这么直白啊！我们知道江南很厉害，可你也用不着直接说江南能拿99吧？99算什么？这次考试我要拿满分。此刻秦风内心充满了战意，毕竟3年之功于一役，他就不信这个突然崛起的小子这次还能赢。本次奥数考试，请获得88分。88分，竟然不是满分！老曹啊老曹，这可真不能怪我了。但愿不会第1轮就被淘汰。江南要控分88，在所有题都要做完，不能留一丝空白的前提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故意填错一道填空题，扣8分，然后把第9题的第1位写错，扣4分。我靠，奥数题如此简单的吗？
用不着过多思考，江南便瞬间想到了2种解法。不到1分钟，他便一口气做到了第8道填空题。同学们，考试期间，考生不能离座，不能上厕所，除非提前交卷。啥？可以提前交卷？这倒是意外之喜啊！我都收拾好桌子准备睡觉了。这位考生，你刚没听吗？考试期间不能离座上厕所。老师，别紧张，我没想去上厕所，我是做完了要提前交卷啊。这位考生，我希望你能认真对待每一场考试，为自己的成绩负责。即便题目很难，你也不应该刚开考就放弃，最起码也得写一点步骤，不至于得0分吧？啥？这题目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看一眼就会。虽然我没法拿满分，但也不至于考0分，87、8分还是有的。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居然还想考87、8分。虽然只是初赛，但难度也不低，往年第1名也不过是87、8分罢了。往年第1才87、8分，那这奥数竞赛也太水了吧！我真不想当第1啊！呵，你还真不想？我看你就算想也没用，不到3分钟就交卷。若不是0分，我王姓倒过来写。你是哪个学校的？江城3中。原来是3中的，难怪如此。把考卷给我，你可以走了。监考老师接过考卷，藐视般的瞟了一眼，结果我操！这是什么答题速度？就算是无情的答题机器，也不可能这么快吧？竟然连最后的压轴题都做出来了。与此同时，位于1号考场的秦风早已满头大汗。第1道填空题他就被卡住了，最终他耗费了足有10几分钟，才艰难地写出这个答案。不行，我一定要坚持，我要考取满分，战胜江南，证明我才是3中最优秀的学生。话说上周市里统一出的那份月考卷子，我们1中总分最高只有678，上600分的只有17、8个，数学最高只有142，居然连1个满分都没有。简直丢人啊！我们2中也差不多，最高分只有672，数学最高分只有141，真是一届不如一届了。如此说来，今年大家学校的实力都一般，也不知有几人能考上清北。我们1中柳凡绝对能上，我们2中杜江也肯定没问题。我们4中今年也出了一个超级学霸，虽然比不过你们，但上个月也考了638，吊打3中秦风没问题。此时身为江城目前最强的高中，占据着绝对话语权。你们就吹吧，数学最高分不过区142，也敢拿出来在我面前班门弄斧。这次奥数竞赛虽然卷子很难，但只要江南不故意控分，拿个满分轻而易举。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谁才是最终王者。哼！怎么说我也是自己学校里的前10名之一，数学考试经常满分，可今天得分很可能是个位数，都没脸回去见人了。此时考试刚结束，便有人在树下疯狂抹赖，哭声可谓惊天动地，直接把躲在一旁呼呼大睡的江南给干醒了。我靠，咋回事？怎么都在这哭丧呢？世界要末日了吗？江南看见这惊人一幕，不由得有些懵逼，尤其是当其中一个他还认识时，就更懵了。秦风，你怎么也哭了？我靠，江南，你怎么在这？BBQ了，被江南这小子看到了，这丢脸都要丢到姥姥家去了。我在这睡了好久了，就等着你们考完回去来着。啥？你在这睡了很久？你没有参加考试吗？我参加了呀，只是提前交了卷，这次满分没有，估计87、8分的样子吧。这次你赢了，就别哭了。这咋还哭上瘾了？赢了还要哭？莫非是喜极而泣？但也不至于吧。这一刻，秦风称霸学校近3年的高傲人设彻底崩塌。直到罗敏、叶涵、沈浪、秦雨墨等3中人全部聚集，他都没把眼泪收回去。这咋回事？班长大人，我不过是提前交卷，在这睡了一觉罢了，怎么你们一个个都哭了？这很正常，毕竟我们不是你，即便坚持到最后，也就只做出了4道填空题，后面的都没写。啥玩意儿？你才做了4道填空题？你们可都是学霸，现在怎么会这么惨？还有秦风，你不向来都考全校第1，怎么一到奥数竞赛就蔫了嘞？考试结束后，为了公平起见，凡是距离1中较近的带队老师都需要一起参与批改试卷。这届学生不太行啊，我改了这么多份，连一个上80的都没有，甚至连及格都没几个。这也正常，毕竟奥数嘛，跟照妖镜一样，本就是鉴别真正天才和普通人的考试。这张卷子有些不对劲呀。怎么个不对劲法？难道是考得太好，得了满分？满分倒没有，他只得了88分。88，那也很不错了。我这里最高分才84，也是唯一上了80分的人。赶紧查一下，这位考第1的学生叫什么？来自哪所学校？那还用说，不是1中的柳凡，就是2中的杜江，或是楚营夏季、蓝浦孟川，除了以上4人，其他人绝不可能。卧槽，这位考生是3中的，叫江南。往年3中都是凑人头，今年居然能夺得第1。怎么就你们1中、2中
楚英蓝普能拿这初赛第一，我三中就不可以吗？老曹，我们不是那个意思。这江南能考88分夺得第一，显然其实力惊人。他是你们三中暗地里特意培养的天才吧？特意培养的天才倒谈不上，只是上周月考发挥还不错，得了600分，位列全校第2，仅此而已。我靠！停，说的还是人话吗？装比技术哪家强？江城三中数老曹啊！连续4门竞赛考试我都控制在88，本想低调的当一个控分狂魔，没想到却碾压全市600名精英学霸，获得4冠王。刚考完奥数竞赛，三中第一学霸秦风人射镜当众崩塌。接下来的物理竞赛，江南10分钟便答完所有题目。到了化学竞赛，考试才开始不到5分钟，江南就悠然地走出教室。江南，你怎么刚进去就出来了？特么的，你不会给我来个细考吧？求你了，我可还等着你拿第一给学校争光，让我能扬眉吐气呢。谁说我弃考来着？我已经做完，提前交卷了。什么？这才过去2分钟吗？4月公布成绩的那一刻，所有高校都炸开过。短不到半天时间，江南大名就传遍了大街小巷。今年三中出了一位超级天才，能碾压一中、二中2大重点名校，以及楚英、蓝普2大私立顶尖高中的那种。你说的是江南吧？没错，就是江南。你也知道？当然知道。这几天的举行的奥数、物理、化学和生物竞赛，前3门他都以88分的成绩夺得3个第一，被称之为3冠王。据统计，本次参赛的考生多达628人，而晋级名额只有30个，20选1，可见竞争之激烈。当然，今天最受瞩目的还得数三中江南，估计很多人都想知道。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天的生物竞赛考场外早已人山人海，江南刚一出来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江南同学你好，这生竞才刚开考你就出来了，请问是因卷子太难弃考了吗？这么简单的题目哪有什么难度可言？至于弃考就更不可能了，我是做完了才提前交卷的。什么？你都做完了，这才开考5分钟啊？5分钟有这么久吗？对了，不好意思，出来之前我上了个厕所，所以耽搁了一会。那你觉得自己考得怎么样？能否跟奥数、物竞、化竞一样夺得第一？能不能夺得第一我不知道，反正88分，晋级应该没问题吧？又是88分，你奥数、物竞和化竞不也都是88分吗？怎么都一样？难道有规定不能分数一样吗？没别的事我就走了，我还赶着回去睡觉呢。4科同分，这不比中奖还难？排除意外这个不可能，那剩下的唯一解释就是江南居然在控分。暗无基建，事不过夜。就在当晚，所有学校都紧急展开了商讨大会。奥赛第一，物赛第一，化赛第一，最后的生物竞赛还是他江南第一。往年的4科竞赛可都是我们一中的拿手好戏，如今被三中抢走了，可真是打脸啊！那三中都衰落多少年了，岂能凭一个人救起来？我已经打听过了，上次月考摸底，那江南的确只考了600分，在三中能排在第2，放到我们一中，连前15都进不了，少了柳凡足有70多分这次竞赛，所以他只是运气好罢了，不足为虑。还所以个屁！上次月考他的确只考了600分，比我们柳凡少了78分，但这是在他外语故意考0分的前提下。一个语数物化生能考满分，甚至获得4竞第一的天才，会是外语白痴。别的先不说，语文满分，你们有听过吗？这么说，我们必须重视他。现在除了拉拢，已经没别的路了。现在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位天才妖孽挖到我们一中。此时整个三中所有师生都欢天喜地到极点。几位老师，你们能教出江南这样的优秀学生，替学校争光，都功不可没。校长，江南刚拿了4竞第一，为我们学校争了光，学校应该表彰他一下。好，江南具体喜欢什么？除了睡觉，就喜欢玩玩游戏，看看小说。既然如此，就送他1部手机吧。胡老师，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连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这篇古诗词是作者在抒发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在做梦。记住，是借梦发挥，就跟借酒发疯一样。他不是真疯，只是内心太过忧愁，懂了吗？有点懂了。考完试还要给白英英做辅导，这日子没法过了。江南，对不起，我们错了。之前我们对你心有不服，甚至还刁难你，那是我们的嫉妒心在作怪。今天在这，我们一起跟你道歉，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一笑泯恩仇。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心中唯一的偶像，lesson我们要向你学习。江南4竞第一的实力已经成为了整个三中乃至全民偶像。苏玉、张浩、秦雨墨、丁延子、胡大军等人，这次是彻底的心服口服。校长不好了，保安室那边打来电话，1中、2中
楚英和兰普几所学校的主任和老师都找江南来了。那些学校真不要脸，这么快就来挖人了。告诉保安给我拦住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些人进学校。保安说拦不住，他们都进来了。卧槽，既然拦不住，就别拦了，把他们都带去会议室。胡老师，你去把江南叫过来。江南同学，你可总算是来了。我活了大半辈子，可直到今天才遇到你，高兴啊！学校奖励你的手机还喜欢吗？校长，我很喜欢。好，江南，来，这是我珍藏多年的碧螺春，平日都没舍得喝，你赶紧尝尝。校长，真的太客气了，是有什么事吗？江南同学，我也不藏着掖着，你夺得4进第1，更有高考状元之资，是让3中重新崛起的希望。但现在1中、2中，楚英和兰普的人就在隔壁会议室，来挖你来了。作为当事人，江南有些吗？没想到我竟如此抢手，1中、2中，楚英和兰普都来了人。江南同学，我豁出了老脸在这恳求你，你能不能留在3中，不要转学？校长，3中就是我的家，我是不会转学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江南同学，真是的太感谢了，你的大恩大德，3中没齿难忘。当然，学校也不会亏待你的。等你考上大学，学校一次性奖励你10万。随后，江南跟校长来到了会议室。几所学校的老师见状，一上来就对江南一阵狂舔，还提出一系列丰厚的条件，都被江南果断拒绝。然而，挖墙脚的老师们贼心不死，转眼就来到了江南家。我楚英是贵族学校，也是最好的私立学校，只要江南来我们学校，奖学金1年1万。我兰普出1万5，你们就让江南来兰普就读吧。我2中出2万奖学金，我兰普出3万，我2中出3万5。一时间，众老师为争夺江南吵得不可开交。我楚英也不是吃素的，江南父母只要让江南来我楚英，我们每年奖学金给5万。我靠，10万，我兰普给10万。江先生、周女士，我们学校提出的条件绝对是全江城最好的，你们就直接答应了吧。就在此时，早在门外窥听多时的江南和班主任胡一飞破门而入。几位老师，江南可是我3中的学生，你们刚从我们学校离开，这就来我学生家了，这么明目张胆的来挖人，可真是不择手段啊！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了。江南虽然是你3中的学生，但他也有重新选择学校的权利，我们不过是来争取一下而已，应该不算过分吧？哼，不过分嘛！你们兰普孟川成绩不错，有考取清北的希望，我去把他挖到3中来可以吗？哼，只要你挖得动，我们兰普自然没意见，只怕你们3中出不起价。树不要皮，必死无疑，单人不要脸，却天下无敌。别的老师都一脸羞愧，可见大有却还如此理直气壮。好了，各位老师，你们就不要吵了。在学校我就已经说了，我是不会离开3中的，你们就请回吧。既然拉拢不成，那就不惜一切代价狙击江南，争取在4进省赛中夺下第1。这一刻，1、2、4中加上楚英、兰普都是出奇的默契，势必要在8月后的4进省赛中与3中决一死战。校长，你猜的没错，他们还真明目张胆的去挖人，那兰普更不要脸，把1年奖学金都开到了10万。虽然我稳住了，不过我擅自做主，把3万奖学金提到了5万，这对学校来说负担可不小啊。不就是多加2万吗？只要江南不转学，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恰逢周末，你去江南家走动走动，咱们得把感情维护好。校长，我明白了。臭江南，赶快起床了！哪里？胡老师昨天刚来过，今天岂会再来？而且这么早，难道是在这里过夜了？此时白莹莹脑海里浮想联翩，更冒出师生恋这3个字。怎么会这样？防火防盗防闺蜜，防了班里那么多人，居然没防住这位班主任。老师，你昨晚没回去，在江南家里过夜了吗？过夜？那怎么可能？我刚来给江南父母送点东西，顺便跟江南谈谈学习的事情，没想到他还没起床。唉，我这脑子是怎么了？竟然会往那方面想。英英，你怎么也这么早就来了江南家了？那个老师，我跟江南啥事儿没有，我是来让江南给我补习的。这点叔叔阿姨可以作证，我每周都来，每周都是这个时间。你们先聊着，我在外面等江南。这丫头怎么了？说话怎么这么奇怪？唉，江南，我跟你爸妈说好了，以后放假上学，我开车来接送你。老师，这样不好吧？没什么不好的，接送你上学对我来说不过顺路，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半月后便是4进复赛，还有不到3个月便是大考来临，你若真要念我的好，就争取全力以赴，考出你的真实成绩。
那好吧。江南，醒醒！校长办公室来了几个人，点名要找你，你去一趟。我靠，又有人要找江南，还在校长办公室，看样子江南又不需要上课了。这位同学，你就是江南吧？我总算是见到你了。我是王明，任职篮协负责人，想邀请你加入国家队和我的篮球俱乐部，如何？那个江南同学，我叫王大志，是咱滨海篮球省队的教练，同样想邀请你加入我们滨海篮球省队。待遇方面，给你的绝对是国内顶尖的，年薪1000万起步，你觉得如何？王大志开口就是1000万，这把在场的3中校长老师给惊呆了。年薪1000万，我这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赚不到这么多钱啊！江南同学，我叫马小虎，老王不过给你年薪1000万，我直接给1500万，且只要你在 ABC 联赛上获得一定成绩，还可以再加500万，如何？完蛋了，完蛋了！4进省1，大考状元要没了，我们3中崛起的希望要被抢走了。加入国家队，为国效力是义务，可能没有多少钱，但你若同时加入我的俱乐部的话，我会给你保底3000万的年薪，而且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这3000万只是开始，除了钱之外，我将助你走出国门，再次征战 ABN， 成为世界第一，完成我当年未完成的梦想。我靠！这王明竟然开价3000万，这已经打破国内顶尖球星的最高标准了。完蛋了，这回是真完蛋了，防住了1中2中的，结果却败给了一个打篮球的。不得不说，3000万年薪对我很具诱惑力，但不好意思，我从未想过要走职业篮球这条路。打篮球不过是我的业余爱好，偶尔打打还可以，让我打一辈子，我估计会受不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拒绝了。江南居然拒绝了年薪3000万巨款的招揽。江南同学，我希望你不是在开玩笑。我看了你之前打篮球的视频，你很有天赋。加入我们，你便会成为我国篮球界最亮眼的新星。金钱、荣誉、地位，这一切的一切，你都会唾手可得。这些你都不在乎吗？说真的，除了国人骄傲之外，其余一切对于目前的我来说，还真不是很在乎。所以对于你的提议，唯有抱歉了。我还要上课，就不陪几位老师了。江南说完便转身离开，只留下几人在风中凌乱。可惜了，太可惜了。王明几人离开后，整个3掀起了一番向江南看齐的偶像狂潮。经久不息，很快到了奥林匹克竞赛复赛的日子。江南，别以为你之前拿了个4进第1就了不起，那不过都只是初赛罢了。今天的复赛你就是个垃圾。对，就3中大所破学校，教出的学生如何能跟我们比？你就等着吧。咋的啦？我到底干了啥伤天害理的事？是打了你们全家，还是刨了你祖坟？用得着对我有如此大怨气吗？这么着，你们都是一群疯狗啊！张嘴就乱咬人，是不是老子撕烂你们的嘴？胖子，我的事自己会解决，你还是好好参加考试去吧。王胖子虽心有不甘，但省体育考试对他十分重要，只能强压火气选择离开。江南，考试就要开始了。复赛跟初赛不同，复赛分3轮，3轮都以100分计，但难度却大大增加，而且是一轮更比一轮难。第1轮不及格的直接淘汰，第2轮则是按成绩排名，而第3轮则是给获得省1的考生再进行排序，取前30人进省队，之后便可以参加全国奥数决赛。江南点了点头，便来到考场。系统发布任务1，本次奥数复赛第1轮请宿主获得60分。狗系统，老子刚想在第1轮考满分，好杀杀柳凡等人的锐气，你却让我考60分，那可是及格分数啊，估计会被柳凡这群人笑死。对于系统，江南真是无语吐槽。不过下1秒，系统发布任务2，本次奥数复赛第2轮请宿主获得88分，第3轮请宿主获得99分。系统你真是太调皮了，第1轮让柳凡他们嘚瑟一下，然后第2轮、第3轮再疯狂打脸。8道填空题，每题8分，共64分，2道解答题，9题16分，10题20分。要想控分60，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对5道填空题，再加最后1道解答题。哦了个 K， 开勾！对于江南来说，这些题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很快便答完所有，并将分数控制及格线。一而再的惹老子，若不让你们知道花为什么那样红，那我岂不是真成忍者神龟了？一群小瘪三，等着吧。江南，原来你在这睡觉，害我找了好久。听说你开考不到10分钟就提前交卷了，怎么样？有把握拿满分吗？老师，我如果说没有满分，你会不揍我？江南，你老实告诉我，这次考试是不是又控分了？放心吧，老师，我保证能进入第2轮，该去吃饭了。果不其然，当分数公布的那一刻，有人欢喜有人忧。
怎么会这样？我跟你在同一考场，明明亲眼看到你考了几分钟便弃考交卷了，你居然考了60分，不就是60分吗？用不着如此惊讶吧？你不是提前交卷弃考了吗？我提前交卷是不错，但谁告诉你我是弃考了？还有这么简单的卷子，我还以为你能考100，结果却考了8分，真是太菜了。我可真没想到，你居然能考60分，本来我还以为你是0分来着，60分也罢，都没啥区别，反正你已经输了。柳凡是吧？这么简单的卷子，你却只考了64分，居然也这么嚣张？没看见上面考8、90的一大片，考100的也有好几十个吗？你若能跟他们一样，不说考100，只要考个90几，我还能高看你一眼。但现在教我做人，你也配？臭小子，第2轮、第3轮，看小爷怎么赢你，你就等着哭吧。不出意外，随着第2轮、第3轮的考试，江南都以极快的速度答完交卷。然而当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江南直接炸了。我明明计算的好好的，100%是99分才对，怎么会是100分？这一刻，江南脑瓜子懵懵的。要知道系统的控分任务是第3轮99分，现在给他打满分，虽然只是1分之差，但也意味着他控分失败。而这一失败，那任务奖励和积分可都要大打折扣了。卧槽，江城3中的那个江南居然得了满分，太不可思议了！他第1轮考了66，第2轮88，这最难的第3轮居然考了100。他他妈是怪物吧？这第3轮的考试可是难如登天啊，尤其是那道压轴题，根本无解。他居然做对了，3中这是什么时候培养出这样一位大神？江南，原本我还以为你第3轮一样会控分，但结果却是满分，还是唯一的满分。你小子好样的！周老师，我不要这样的满分，打死都不要！我要举报，我要重新打分！你说什么？江南，你疯了！自己举报自己分数造假，你到底什么意思？胡老师，事情是这样的，昨天……什么意思？难道你作弊了？不可能吗？监考那么严，不仅有信号干扰器，还有许多老师同时监考，甚至还有摄像头全方位拍摄，你怎么可能作弊？我没有作弊，只是第1道解答题，第1问我有一个单位没有写，所以你应该给我扣1分，99分才对。这小子是疯了还是傻了？100分不要，要99分，又要做什么妖呢？方老师，麻烦你重新打分吧。重新打分就不必了，无论是99也好，100也罢，你都是这次考试的第1。我靠，不行啊，必须让他改过来，不然系统任务完不成我就亏大了。老师，这不是第1不第1的问题，而涉及到了数学的严谨性，别说差1分，就算只差半分1毫，那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希望老师你能重新打分，唯有如此才能把数学的严谨刻印在我的骨子里，让我永生难忘。不然的话，就是您对我的放纵，以后很有可能让我养成疏忽的习惯。江南，你这么说倒是我的失误了喽。老师，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好了，你说的也没错，数学是非常严谨的学科，是我的失误，我答应给你改过来。不出所料，方老师改完分数的那一刻，系统提示来了：恭喜宿主完成奥数3轮任务，奖励身体素质+3，奥数基础+3，奥数潜力+3，积分+300，当前可抽奖次数12。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正式成为咱们滨海省奥数竞赛省队的一员，将于下个月参加全国决赛。本次奥数复赛到此结束，大家可以离开了。那个江南，你先留一下。那个方老师，我能留下来吗？我想向您请教一下第3轮最后一道压轴题的解法。方老师，我们也想留下，这最后一道题被扣了20分，如果决赛时碰上，我十有八九又要凉，所以老师您讲一下吧。既然如此，就如你们所愿，不过我就不讲了，这题让3中的江南同学讲解。老师，你怎么扯到我头上了？江南，用不着藏着掖着了，最后一道题你的解法十分新奇，甚至比我的参考答案还标准不少，你就讲讲，给大家开拓一下思维。看样子是逃不掉了。为了不浪费干饭时间，在众人的欢呼下，江南只好上台。这最后一点道压轴题，只要你对常识思维、等效思维和极端思维有一定了解，便很容易得到。1. 允许这只隐身兔加持魔法，可以操纵探测仪。2. 受1的影响，猎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判断上的偏差。江南一气呵成，飞速讲解，而下面的同学听的却是一脸懵逼。我靠！你们不会说是没听懂吧？这么简单的题，你们也太笨了，连这都听不明白，还能去参加决赛？那个江南同学，你可以再说一遍吗？说慢一点，我没太听懂。这位同学，你不是第3轮考了90分吗？也就是说这道题你拿了1半的分数，我都详细说了一遍，你咋还不懂脸？我是用列举法来求证的，但由于数据太大，
只列出了一部分，便列不下去了，只能说是取巧。但你这个等效表述完全不一样，你是真的在求证，所以还请你再讲一遍。不得不说，4大名校8大学神之一的林浅浅，这种顶尖学神仙性高的可不是一点半点。要是换成1中柳凡、2中杜江等人，见江南如此装饰3比1自己，第一反应是不服，可对林浅浅来说，而是充满了求知欲。行吧，我再讲最后一遍。分析1，不妨设某个回合之后，隐形兔子在 A 点，猎人在 B 点。现在听明白了吗？如果还不明白，那你们可不是笨的一点点了。看来我出的这道题对在场学生来说真是有点难了。江南同学，你先回座位吧。其实这道题还有一种常规的解法，那就是列举法。我给大家解一个吧。刚回到座位上，看着方国平的解法，却不由得摇头叹气。那个方老师，请等一下，你不能再列了，再列下去可就出错了。江南同学，我哪里出错了吗？应该没有啊。你这种解题方法不行，不信你可以把10201000带入进去，再反推回来，便会发现猎人和隐形兔子的初始值截然不同。果然，方国平按照江南的解题步骤，最后得出的初始值确实截然不同。接下来半小时，又是江南的个人秀时间。然而这个过程，江南可真被气得不轻。行了，你们怕不是高中生，而是初中生吧？我真是为你们的智商着急，说的我嘴巴都干了，肚子也饿了。再见，不是再也不见。江南，你可算是出来了，我可全听见了。你居然把4大名校最顶尖的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今天咱3中真是扬眉吐气了。4大名校从今以后都是渣渣。老师，别笑了，该吃饭了。吃饭？好，吃饭。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请客。那3中到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啊？明明都破败到极点，马上要沦落到成野鸭学校了，却杀出个江南，我们1中完蛋了。我蓝普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好不容易才进入江城10所中学的前3，没想到一下子让3中给挤下来了，简直是丢尽了脸。1、2、4中，雏鹰蓝普百感交集之时，另一边的3中校长古天玄可是开心的不得了。小胡，你可真是培养出了一位好学生啊！万万没想到，他不仅拿了省1，进入了省队，甚至夺得了省冠啊！可真是天不亡我3中。有了江南这张王牌，我3中崛起必将势不可挡。江南，你总算是露面了，怎么样？这2天你躲在房间里不出来，不会是害怕了吧？之前奥数被你拿了第1，这次物理、化学、生物3门竞赛，我们是绝不会再让给你的。你们这群人不是装傻，就是真傻，怎么跟苏雨、张浩、柳凡、杜江等人一个鸟样？我的成绩比你们好，想是打了你们全家一样，全部都很自以为是吧？想跟我巅峰一战是吧？呸！江南直接潇洒地步入了考场，而下1秒，众人便是怒不可遏。好一个江南，不过是从江城那边域之地走出来的无名鼠辈罢了，竟然敢如此嚣张！这次物理竞赛，我非要拿下这个第1不可，然后拍在江南的脸上。哼！原本他把奥数最后一套压轴题给解了出来，我对他还有3分敬佩，可现在走着瞧吧。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物竞复赛，1轮请宿主获得60分，2轮请获得88分，3轮请获得99分。果然，这次的控分任务跟奥数一模一样，虽然不是满分，但第1是拿定了。如果不是，只能说这系统又抽风了。简单，这也太简单了。看来无论是奥数也好，物竞也罢，这复赛都没啥挑战性了，也不知道决赛是否能难一点。为了完成系统任务，他也不得不控制在60分。5分钟，他便做完了整张物理卷子，起身扬长而去。江南，你又考完出来了，怎么样？这第1轮对你来说没难度吧？说说这次又控分多少？难度确实不高，但分数也不太高。嗨，第1轮嘛，能晋级就行了，考太多也没啥用处，只要第3轮考好一点，拿第1就行了。走吧，那就先回去休息，晚上来看成绩。晚上我就不来了吧？啥？你不来？不想来了，反正结果注定。那好吧，晚上你好好休息。快来看，成绩出来了！江南不愧是江南，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更加服了。从这1轮他又考了60分来看，我打赌10包辣条，第2轮他肯定又是88分，第3轮是99分，跟奥数成绩相同。这还用得着打赌？肯定100%啊！毕竟他就是一个控分惯犯。牛啊牛啊！江南这个成绩太秀了，天不生他江南，秀到万古如长夜。江南，你果然又只考了60分，真不知该怎么说你好。虽然你最后肯定能得第1，但这种不尊重考试的行为很容易得罪人了。越将老师也就罢了，声称4大名校的那些个学霸学生，估计会恨死你。转眼考试来到了第3轮，这怎么会这样？该不会是老师拿错卷子了吧？尤其是压轴题，
这也太难了。这就是本次物竞压轴题与奥数竞赛20分的压轴题不同，物理竞赛的压轴题占据25分。这该死的出卷老师，你特么是故意的吧？第3轮压轴题的难度可谓逆天，几乎秒杀了所有人啊！而另一边，当江南拿到这份卷子的时候，却一脸不信。拉莫尔公式虽然没见过，可具体公式都给出来了，各种数据也有，这不就等于是送分吗？心动不如行动，一拿到卷子，江南就下笔如飞，开始解题。为了得99分，江南经过一番计算，最后将压轴题的第2问中的一小步骤半径2等于 ECB 改成了半径2等于 ECD， 只花了10分钟的功夫，江南就将所有题目一扫而空，直接交卷。怎么还是你？我都已经把 A 卷换成了 S 卷，该难度都比得上决赛3轮了，现在特么的才开考10分钟了，你这速度也太快了吧！老师，那个我下午吃坏肚子了，不太舒服，想上厕所，所以再见哈。你是阅卷的时候没戴眼镜吗 ？ECB 写成了 ECD， 我错的这么明显，你居然还给我打满分！我靠，太特么气人了！你这是故意挖坑装13啊？别说了，99，我改成99行吗？出事了，物理竞赛又出事了，3中的江南又举报自己了。可惜我不在现场，不然绝对要向他跪拜，问问大神腿上是否还缺挂件。这算出什么事？他不过是故伎重演装13罢了，要淡定。淡定个屁啊！这可是奥林匹克复赛啊，2科6轮6次控分，前后2科分数居然一模一样，这胆量，这实力，4大名校的8大顶尖学神，跟那小子比就是个渣渣，太牛蛙了！瞧着吧，后面的化学和生物竞赛还有好戏看。物理竞赛结束，但有关江南的传说却没有结束。双镜省官、控分狂魔、装13之神等期待感情色彩的词汇，迅速朝四面八方的所有学校扩散。次日一早，考场外早已人山人海。我本以为4大名校的8大学神已经是天下无敌了，原来有人比他们还要勇猛，真是打死我都不敢相信，江城3中那破学校竟然培养出了这么牛蛙的人物。看，他来了。江南同学，据说你是控分狂魔，奥数1轮控分60，2轮控分88，3轮控分99，而物竞也是如此。那现在化学生物是不是也要控分呢？江南同学，请问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控分啊？是为了装13吗？现在许多人都视你为13神，请问你怎么看？我靠，该死狗系统，偏偏要玩骚操作，60、88，再到99，搞得劳资最后不得不一而再的举报自己扣1分，以至于现在这么出名。检测到宿主对本系统存在恶意，请立刻改正，不然本系统将做出适当反击，例如小2短1寸。又来了，我惹不起你行了吧？最终在化学老师的掩护下，江南费了9牛2虎之力才侥幸逃离现场。该死的江南，你都拿了奥数第1了还不罢休，又抢走我的物竞第1，甚至还要参加化竞、生竞，你难道真要把4科第1都给抢走吗？系统发布控分任务。化竞复赛1轮请宿主获得60分，2轮请宿主获得88分，3轮请宿主获得99分。这系统看来是不把我架在火堆上烤个7天7夜，不罢休啊！在接下来的2轮、3轮以及生物竞赛中，江南都按照系统的要求完成了任务。由于之前江南举报了自己2次，阅卷老师也是怕了，一致决定给江南直接打了99分。奥数、物竞、化竞再加生物竞赛4科3轮居然全都是99分，还真正实力可称得上宇宙最强。或许我们是错了，之前是我们误会了江南，他并不是一个狂妄自大、看不起我们的人，相反狂妄的是我们自己。各位观众，之前几轮考试我们一直没有采访到江南，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看有人出来了，那不就是江南吗？江南同学，请问对你控分，还有大家都叫你13神有什么看法？什么控分？我就是正常做完交卷而已，而那个13神又是谁取的？我可从来不装13的呀！江南同学，你不装13，4科竞赛每1轮分数都一样，你不装13，老师给你打100分，你却一而再的自我举报，只要99，我信你个鬼！去，我难道连实话都不能说了吗？不行了，不行了，场面太大，受不了啊！谁来救救我呀？此时，身为8大学神之一的傅新寒，在最后1科成绩出来的那一刻，直接躺进了医院。而林浅浅、苏沫、叶帆等7大学神找到了江南。江南同学，我们是来向你道歉的。我们不仅实力不足，且过于骄傲嫉妒，所以之前才会对你下战书，还请原谅。当然，道歉归道歉，数化生4科我们都输了，但并不代表我们会就此沉沦。复赛是结束了，但夏令营决赛才是真正的战场，咱们决赛再战。啥？这又是啥？你们一而再的整这么一出，难道不嫌累、不嫌瘆得慌吗？我用不着你们道歉，只要你们别来烦我就好。
江南同学，欢迎回校，你获得4进省冠，让学校倍感光荣。自3中立校以来，即便是10年前最巅峰的时刻，也不过是有那么1人能勉强挤入省队罢了。你是当之无愧的3中之光，考试之星，竞赛之王。江南同学，请问你这次获得4进省冠，成为滨海第1人，有什么感想？还有你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是有啥独特窍门吗？我靠，你又来了，哥！你这速度可够快啊！我最后强调一次，不要再来烦我了。这啥老子4进省冠，滨海第1人，我都不在乎，没什么感想可说的。学习的独特窍门更是没有。江南同学，我知道刚才你都是说笑的，可能是我问了独特窍门的缘故，这个你可以不答，你就讲讲你平日怎么上课的吧。上课这个简单，我不是睡觉，就是在玩游戏，偶尔还去校长办公室喝茶。江南同学，拜托了，这次采访会上电视播出，为了学校，求你说点好的吧。江南，你别任性了，虽然你说的都是事实，但你的学习方法不适用于大家，得换一个切合实际的。校长，老师，当初谁答应我在学校的时候不会让记者打扰我的？可现在明白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只要你答应正常说几句好话，保证你在学校可安心睡觉。烦死了！刚才我都是开玩笑的，大家别当真。我现在换一种说法，世界上只有一种稳赚不赔的投资，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正所谓春风吹战鼓擂，今年高考谁怕谁？提高1分干掉1000人。好了好了，同学你不用说了，你继续吃好喝好睡觉就行，我们还有事，拜拜。江南，你是故意的吧？故意把人家气走不是？我说不是，你们信吗？不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不就得了？反正我按照你们的要求说了很多好话，剩下的就不关我事了。我要回家了，再见。这小子得了4进省冠，脾气倒是也跟着见长了。江南，你干嘛？没事，就是出来走走。对了，英英，你不是该在学校上课的吗？本来是在学校上课，但你今天不是考完从省城回来了吗？我特意请了假来找你庆祝啊！走吧，我们上楼吧。不行，不能上去。怎么呢？没怎么，反正现在不能上去。那去学校？学校也不行。江南用力摇着脑袋，只因他家里现在正坐着一群狂热的大姑大妈，而学校虽然老师都闹腾过了，可班里同学和迷弟迷妹还没闹腾。你家去不了，学校也回不去，那咱们去哪？要不去我家吧？啥？去你家？对啊，去我家，我家离这近，而且也安静。你还没去过我家呢。可是你爸妈……放心，现在还早，我爸妈在上班，起码要11、2点才回来。那好吧。英英，话说你们家是干嘛的呀？貌似还挺有钱。我家也没干嘛，就是我爸妈做了点小生意，你当他们是普通收租的就成。白英英略有牵强的解释着，但眸中却微微闪过一丝慌乱。小生意，普通收租，我信了你个鬼！小生意人家能住这么大的房子，普通收租人家能买专业的3角钢琴。江南，那个不用解释，解释就是掩饰，谁都有点小秘密不是？我只是好奇，你家里摆这么大的钢琴，弹起来不会吵到邻居吗？不会的，家里墙壁都特殊改造隔音的，除非靠得太近，不然别人听不到。那楼下总听得见吧？楼下3层也都是我家。好家伙，这可真是好家伙！白英英居然还是一副家大小姐呢。英英，这琴你也会弹吗？会啊，必须会。我可学琴10几年了，已经到了专7水平，很快就可以达到专8了。检测到宿主第1次接触钢琴，特触发随机奖励致爱丽丝全谱。若宿主能在10分钟内完整且流畅弹奏全谱，将获得100积分。我操！这系统居然还能触发随机奖励。那个英英，我能弹首曲子吗？弹曲子？怎么，江南你也会弹琴？白英英话未说完，1道10分优美的琴音便响了起来。江南他居然真的会弹琴，还弹得如此完美，感觉比我的水平还要高许多。这是专8的实力吗？还是专9的实力？恭喜宿主完成弹奏任务，奖励宿主身体素质+1，钢琴基础+1，钢琴潜力+1，积分加100。嘿嘿，看来以后赚积分的渠道又多了，系统干得不错。江南，刚才这首曲子真好听，你还可以再弹一遍吗？白英英话音刚落，接个哪来的小野猪敢拱我家的白菜，还敢动我老婆的钢琴，看我不打断你5条腿！弹钢琴拱白菜，弹钢琴不假，哪来的拱白菜？那个爸妈，你们不应该在公司吗？怎么
这么早就回来了？哼，我们要是再不回来，那好不容易才养起来的白菜可都被人给拱完了。眼前这个人，人送外号白老大，一心富豪白氏集团董事长，坐拥亿万身价，10几年来一直隐藏白英英的真实身份，除了少数几个信得过的人除外。爸，你在说什么啊？我给你介绍。不用你介绍，我自己来问。你这小野，你小子叫什么？接近我家白菜有什么目的？给我老实交代，不然打断你的腿！叔叔你好，我叫江南，我跟英英是同班同学。至于今天来你们家，只是我们家人太多了，有点吵，我过来躲躲清静而已。但既然你们回来了，那我也要回家了。事情还没交代清楚就想走，你走得了吗？今天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爸，你要干啥啊？江南是我同学，你干嘛这样对他？好家伙，这自己好不容易养大的女儿，这么快就胳膊肘往外拐了。英英，你让开，别被这小子骗了。爸，是你太偏激而误会了。误会？你都把他带到家里来了，我哪里有误会？他要占你便宜，知道不？你真的误会了，江南是我同桌，还跟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再说了，我都去他家好多次，吃过好多顿饭了。白风可真是气急了，真想一巴掌把江南给拍死，可偏偏他想动手又不可得，这自己女儿的脾气他最清楚。老白，可以了，住手吧。本来就进退两难的白风，现在有老婆大人开口，瞬间如释重负的顺利下坡。妈，怎么你也要为难江南吗？谁说我要为难他了？莹莹，你是不是喜欢他？妈，你说什么呢？江南真的只是我同学，可没有那种。好了好了，当妈的还能不知道你吗？江南是吧？刚才我在门外听见的那首曲子是你弹的吗？叫什么名字？致爱丽丝。能弹出这么优美动听的曲子，足以证明你在钢琴上的天赋。本来我是希望茵茵达到那一步的，但她陷于瓶颈，能否更进一步是未知。可现在有了你，倒也不错。阿姨，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擅长弹钢琴，就随便弹弹，就是玩儿。哪里？你不擅长，就是随便弹弹，就是玩儿，这话是几个意思？专业9级差一步就能成为钢琴大师的我，弹得好不好听不出来吗？我真不擅长，钢琴只是我业余爱好罢了。那你最擅长什么？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最擅长什么，琴棋书画我都会一点点，但都只是爱好。或许我最擅长的还是学习吧。你最擅长学习，可真是不知所谓。你知道钢琴大师意味着什么吗？即便学习再厉害，能考上最顶尖的清北名校，也比不过钢琴大师好吧？除非你能把一门科目学到顶峰，成为最顶尖的科学家，某行业的先驱者。如果我没记错，最近有4场奥林匹克竞赛来着，不知你初赛拿了第几名，复赛你又拿了第几名，有没有进入省队？妈，你是不知道他学习有多么厉害，奥林匹克竞赛江南全参加了，且初赛中拿了4竞第一，复赛又拿了4竞省冠，成为滨海第1人。白莹莹此话一出，不仅白风的脸色变了，江红雪的脸色也变了。乖女儿，你不会是为了维护这臭小子而撒谎吧？就他那样，虽然长得帅了点，但怎么看也不是读书的料啊。我说的可都是真的。白风和江红雪拿出手机看了这几天有关江南的热搜和资深大教授的点评，两人眸中均闪过一丝震惊。上一秒还目露不善的白风，现在却江南，刚才我们不过是在考察你罢了，千万别放心上哈。其实我们是一点都不反对你跟英英在一起的，毕竟郎才女貌，绝配。别拘束，放松点，你随便看随便做。那个叔叔误会了，我跟英英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们真是只是同学。我们既然是同学，那就多来家里做客嘛。估计你还没吃饭吧？难得高兴，我亲自下厨。我可跟你说，叔叔我这厨艺可高着呢。咱身为男人，要想抓住女人的心，首先就要抓住女人的胃。此刻白风真可谓热情的一批，根本不给江南过多解释的机会。最终吃了一顿温馨的饭，江南才侥幸脱身。江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啥事啊，爸？说起来这事儿挺麻烦。我们单位的杨经理，你小时候应该见过，他有个女儿叫杨若曦，今年也是高3，不过成绩一般。这次你拿了4竞省冠，已经全城出名。他想让你给他女儿辅导一下。你杨叔这个人不错，平日对我和你妈都挺照顾的，这些年来也成了人家不少情。所以行吧，爸，这辅导我答应了。这2天正好我不去学校，抽空去辅导他1、2次。好，我这就通知他们准备。我这老爸倒是挺会替我找事啊，刚搞定白英英，结果又来了个杨若曦，简直就是牛的命啊！对了，话说这岩灵果再不用貌似就要过期了，系统使用岩灵果。岩灵果使用后改善容貌，使人颜值在原基础上提升10倍，达到完美无瑕地步。正在为宿主改造中，顺便赠送宿主新皮肤一套。
狗系统，这也是算颜值提升10倍，不就是给我改了个造型，换了身衣服吗？烦死了，我爸也真是的，突然找人来辅导我，我需要辅导吗？我能考上2本已经很不错了，据说还是3中的，这不是滥竽充数吗？杨若曦鼓着脸写满了不开心。同学你好，我是江南。江南，你就是3中的超级学霸，夺得省4进第1的江南。这小哥哥也太帅了吧！没错，我就是那个江南。说说吧，你现在成绩如何？想提升多少？我只有2天时间，尽可能满足你。江南哥哥，先别急着辅导嘛，你这大老远的过来，应该累了吧？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洗点葡萄吃。我不累，用不着休息。既然要辅导，那就赶快开始吧，时间是很宝贵的。哼，我化的这么美的妆，换成别人早就心花怒放了，他就不想多看一眼吗？唉，江南哥哥，我现在的成绩勉强能上2本，且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应该没法再提高了吧？只能够上2本吗？那你的基础可真够差劲的。虽然你基础差，但也并非不可救药。你就说你想考什么大学吧。口气这么大的吗？怎么，你不相信？倒不是不信，只是我真的是全力以赴了，可成绩一直这样，提升很难的。提升很难，那不过是你没找对方法而已，这个交给我就是了。那我想提高到600分可以吗？600分？怎么600分不行吗？不行就算了，毕竟我也从未奢望过，我的梦想是当明星，如果能考600分被燕影录取的话是最好的，去不了燕影，我也可以去其他2本电影学院。原来你想当明星啊！600分不是不可以提升，只是需要多花点时间。你真的有办法吗？600分而已，多大点事儿。放心，只要你不是太废，即便是头猪，我也能让他考到600分。你先找出一套你自认为最难的卷子做做，让我看看你的水平到底如何，然后再给你突击辅导。杨若曦立马拿出几套难之又难的黄冈高考模拟精华卷，在江南的注视之下，听话乖巧的仿若小猫咪一样。大半天过后，4套卷子终于搞定。怎么说呢？一个字，渣！就这种故意放水的送分卷子，总分才528。我已经看出你的问题了，你数学这一块很糟糕，尤其是空间立体几何、线面平行或垂直的判定，再加涉及三角函数的问题。这2天我会专门针对这几块，对你进行填鸭式的突击再突击。你能理解最好，如果理解不了，那就给我死记硬背。今天就先到这里。给我老实交代，你身上怎么一股奶香味？你到底去干嘛了？奶香味？英英，你是不是闻错了？白英英紧盯着江南，俏脸上隐约带着一丝怒火，颇有一种火山爆发的态势。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我是给人辅导学习去了，她是我爸单位经理的女儿，仅此而已，别的什么事也没有。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辅导的那女生叫什么？哪个学校的？长得有我好看吗？这他妈是3个问题好吧？别废话，快说。她叫杨若曦，是1中的，长得远不如你。长得远不如你，这个是重点，相信没有男人不会吧？如果有，那就准备后事吧。我真的只是辅导了一下她，明天我就要去学校了，跟杨若曦再也不会再见面了。好，那我就相信你一次，明早来找你，咱们一起去学校。哼，这小姑娘真是难缠啊。同学们，明天将进行高中最后一次期中考试，这是高考前非常重要的摸底考试，今天可要好好复习。江南，你跟我来一下校长办公室。校长，你找我。江南，你来了。明天学校的期中考试，这对你来说没啥难度，所以我跟你班主任胡老师决定，你明天不用参加了。啥？你说啥？我靠！断人积分，犹如夺人财路，这是坚决不行啊！校长，这话你说的就没水平了。考试没难度，难道就不用参加了？你这是3岁小孩逻辑思维吧？江南同学，这不是在跟你商量吗？主要是因为你太强了，学校很多学生饱受打击，尤其是前任第1学霸秦风。自从知道你获得省竞4冠后，他都快成精神病了，整天嚷嚷着计生风、和生难。当然，如果你一定要参加，我们也不会阻止的。校长，不用考虑，我是肯定要参加的。校长，我看要不这样，期中考试江南可以参加，但咱单独给他安排一个地方，且事后成绩保密，仅我们老师知道，不计入学校排名，如何？这倒也行，只是校长，这是我没意见，只要我能参加考试，分开无所谓，不公开不计排名也无所谓。好，这事就这么定了。又要考试了，学霸们装死赛嘞！约学渣的时间又到了。那也不至于吧，咱们学渣也是可以逆袭的，这次就看我表演吧。呸！我吐你一脸盐汽水，王胖子，就你那常年吊车尾的实力，还幻想着逆袭，做梦去吧！没错，王胖子，你以为你也是男生吗？你就跟着我们一起做学渣吧。好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这次期中考试江南不会参加，所以这个第1谁都有机会拿到。
什么？江南不参加考试？此话一出，众人瞬间感觉失去了大山的压制，又有了争取第一的机会。秦风，你也不要太过低落，其实你还是很强的。除了江南之外，你全校无敌。毕竟你可是在江南之前占据了3年榜1的人，你必须把心态调整好。我也想调整好，可是我一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江南的身影，我做不到啊。秦风，正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你一而再的输给了江南，以至于他在你心里留下了阴影，又慢慢发展成梦魇。所以这次你能考一次第1，就能重新树立信心。校长，我是赢不了江南的。这次考试江南不参加，所以你肯定能拿第1的。什么？他不参加考试？为什么？据说他都已经到了学校。这点你就不要考虑了，他不参加自有他的原因，你专心备考就行，考出你过往的成绩就行。秦风用力点头，似乎其眸中又燃起了一丝战意，那意气风发的学霸少年仿佛又回来了。本次考试，语文、数学、理综、外语，请获得0分。我靠，考0分，造孽啊！早知道就同意校长不考了，这下让校长和胡一菲怎么想？完人吗？这是任务都出来了，江南也没别的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了。但是语文的0分概率不大，毕竟总是能得到同情分，除非全空着。然而江南却一题没空，居然也能考0分，简直不可思议。岂有此理！让他不要参加考试，他非要说什么身为学生，学习是天职，考试是试金石，结果语文、数学、理综全给老娘考个零蛋。玩我吗？这是！此刻胡一菲若不是顾忌着自己是老师，早就让江南体验一下弹一闪、奔为拳、乾坤意志的加强版、闪电9连弹等绝招了。校长，不好了，广播站出了事故，听力磁带被毁了。你们怎么搞的？高3外语考试已经开始了，这可是期中考试，总不能不放听力吧？校长，对不起，我现在有一个补救的办法，找个口语清晰流利的人工播报，您看行吗？人工播报，这个跟磁带会不会有很大差距啊？但除了人工播报，现在也没其他补救办法了。既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杨老师，这项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行不行，校长，我现在专注于教学，口语上生疏了很多，肯定远远比不上磁带。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突然，我来！哪里？江南同学，你怎么在这？校长，杨老师，如果你们真找不到人，那就我来吧。江南同学，这人工播报听力可不是闹着玩的，外语口语不过关的话，只会弄巧成拙。12杨老师都差一点点，你能行吗？你这话说的，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必须行。江南既然提了出来，那就让他上吧。校长，这会不会太武断了？万一待会出了点事，那可就麻烦了。校长的确要三思啊，期中考试可是正儿八经的，并非儿戏。老师，难道我不正经吗？江南，你不要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好了，大家都不要再说了，咱要相信江南，就这么定了。此刻校长古天玄淡定的一批，毕竟江南已经创造了太多奇迹，而那些奇迹都是他们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Where is that speaker? A. At the swimming pool. B. In that clothing shop. 不对，这声音不对。如果我没听错，这应该是人工在播报听力。江南，这是江南的声音，他怎么可能跑广播室去播报听力？甚至比磁带录制的还要好，这份口语实力绝对有8级了吧？我靠，这真的是江南的声音，牛蛙，太牛蛙了！恭喜宿主精准完成本次期中考试0分任务，所有奖励已发至系统。不愧是连续3年霸占全校第1的天才，居然能考650的高分，厉害！秦风虽然考了650，但他不是第1。什么？秦风不是第1？这怎么可能？考试江南没参加，整个学校没人能超过这么高分数吧？谁考第1的？是谁？这就要恭喜胡老师，即便江南没参考，可这全校第1又被你们班夺走了。此话一出，满场皆惊。怎么可能？胡一菲是欧神附体吗？不仅能碰到江南这么个逆天王炸，而且能碰到第2个。刚说什么？全校第1又在我们班？成绩表就在这，自己看吧。白英英的分数竟然全部碾压秦风，单科成绩更是全部获得年级第1。就连王胖子这个倒数前5的体育生，一下子跳到了顺数前5，且过了2本线，接近于1本。这还是曾经的白英英、王凯旋吗？难道都跟江南一样隐藏了实力，现在都一股脑的爆发出来了？与之同时，在场其他老师看到这个成绩，瞬间爆发出一阵滔天惊呼：厉害！胡老师是真的厉害啊！在江南没有参考的情况之下，居然还有人能夺得年级第1不说，更是考出了689的高分，这绝对是打破了咱3中近10年以来高3级的最高分数啊！这个白英英10有8九能上清北了，好吧？还有秦雨墨也很厉害，这次上升到了第3名，一个重本是彻底稳了。
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话，胡一菲瞬间笑开了花。同学们，这次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接下来我先简单报一下成绩。第1名白英英，语文132，总分689分，年级排名第1。什么？白英英居然得了第1，而且还是689分，她数学更是满分，这怎么可能？她不是最不擅长数学的吗？我靠，男生好不容易不参考，结果第1居然被校花女神给抢走了，难道我们注定是失败者吗？而作为当事人的白英英听到成绩后，瞬间老泪纵横。她苦苦努力了1年又1年，今天终于摆脱了秦雨墨这个第1的压制。恭喜宿主辅导白英英成绩登顶全校第1，特触发随机奖励，获得技能辅导通解，身体素质+1，积分加100。啥？又触发随机奖励了，还获得了新技能和体质积分的增加，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另一边，胡一菲还在继续公布成绩。第5名王凯旋，语文总分538，年级排名第128。卧槽，老子没听错吧？王胖子居然超过了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外语课代表几个学霸，而考了538分，得了第5名。这怎么可能？就王胖子拿吊车尾的成绩，平日连385都拿不到，这次居然能考538，我宁敢相信猪会上树，世上有鬼，也不愿相信王胖子能考这么高的分数啊！除非他开了外挂，必须送实验室，切骗了研究。我就有这么差吗？本来我都想干翻数语账号，而拿个全班第3的，现在不过是拿了个第5，正伤心着了。结果你们特么还敢质疑我？好了，王胖子。同学们，过去王凯旋的成绩一直都是班中倒数，但这次考试却考了538分，接近1本的分数，超越了在场绝大部分同学，值得我们所有人效仿和学习。所以，我想请他到讲台上来讲一讲。在我眼中，除了男神、校花和班长之外，在座的各位都是渣渣。即便你们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我。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自信，有啥学习方法，我啥努力都没做，但有男神帮我辅导不行。你娃大洞，月月升级就跟吃饭喝水一般简单，你们就尽情膜拜吧。这死胖子太嚣张了，如果能考个700多分，那嚣张点倒没什么。问题是这家伙就考了538呀，这不是故意给我拉仇恨吗？恭喜宿主辅导王凯旋成绩有明显提高，特触发随机奖励，获得技能教案通解，身体素质+1，积分加100。又来了，真是人在课堂坐，奖励从天来。接下来让这次考试的第1名白英英同学上台来讲2句。在一阵欢呼中，白英英走上了讲台。其实我也没啥学习方法，这都是江南的功劳，因为我找他给我补了课，然后我就顺理成章考到了689。就是这样。听见白英英的话，在场人又是一愣。白英英说了啥？只是因为江南给他补了课，就顺理成章考了689，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不可能吧？猜。谁说的不可能？我兄弟那可是天之骄子，山中之光，考试之星，竞赛之王，全大南山敬老院，交替北海幼儿园，放眼整个江城、滨海乃至全国全世界，在学习考试一道上，那都是天下无敌的存在。不得不说，此刻的王胖子真是飘了。当然也能够理解，毕竟他过去可是班级倒数前5。各位同学都听到了吧？无论是白英英也好，还是王凯旋也罢，他们可都是勤奋好学的好学生啊！你们都应该跟他们学习学习，有空的话多去跟某位同学请教请教。我靠，老班呐老班，还带这么玩的？之前说不打扰我睡觉，结果怂恿这么多人来请教自己，说的好听是请教，说不好听那就是抓壮丁啊！还有王胖子这家伙，净给我找麻烦。很快到了下课时间，胡一菲前脚刚走，江南就被围得水泄不通。男神，以后我就是你小弟了，大哥，请受我一拜。你有啥事请尽管吩咐啊。啥？想拜男神为大哥，就你丁岩子也配？赶紧滚！男神，请收我为徒吧。江南，还有我，我愿称你为宇宙最强，请收我为徒吧。江南，带我，拜托了。苏雨，还有班长，怎么你们是认真的吗？还有在场的各位，一个两个拜托我辅导也就算了，但一下子弄出这么多人，我就算是生产队的驴，也不带这么累的呀！不答应，打死我也不能答应。睡觉，当我不存在吧。此刻从4班众人的热情和灼热目光来看，显然他们是不会就此罢休，尤其是班长秦雨墨。白英英，我是不会输给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你能找江南辅导，而我也可以求助于江南。无论如何，我也会求着他答应，你就等着吧。
我靠，彻底毁了！秦风这是识祥自尽了吗？快来人啊！秦风在厕所识祥自尽了！我靠，黄老师，快打120送医院！秦风火了，彻底火了，名气甚至超越了省4进冠军的江南。听说了吗？秦风在厕所哭晕了。不是吧？我怎么听说他是识祥自尽了？这也难怪，连续霸榜3年全校第一，先是被江南打败，而这次考试江南没参加，结果半路上却又杀出个白莹莹，足足比秦风多39分，换谁能受得了？这小子心态是真不行啊！一遇到挫折就调整不过来，这种人在学校还好一点，要是出了学校，怕是要出大问题。江南，我当了你3年老师，还从来没求过你什么，但今天我想用这张老脸恳求你一次，你帮我代课吧，一定要答应我啊！老师，什么？你要我帮你代课？没错，江南，这次就算老师求你了，我老家出了点急事儿，必须回去处理，最快10天，慢则半个月。你放心，这个代课的报酬我给，而且给2倍，甚至3倍都可以。曹天元言辞切切，那叫一个真诚哀求，就差老泪纵横了。这曹老师该不会是给我挖坑吧？要知道现在班里几10号人都求我辅导呢。老师，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问题是代课啥的，我也不会啊。你也说了，我们班马上就要高考了，要是万一出了事，我可承担不起啊。要不你再找更合适的人。不，江南，你就是最合适的人。这白茵茵和王凯旋，你不过辅导他们半个月，一个考了689，全校第一，一个考了538，倒数前5，一跃到了顺手前5，这比在外面找代课老师要好1万倍。江年，你的实力我是100%相信，你就放心代课。要真出了事，由曹老师和我这个校长顶了，绝对不需要你负责。江南，曹老师家里确实有急事，他必须赶紧回去。但今天第1节课就是数学，你若实在不乐意，那就先带2-3天，给曹老师时间找代课老师如何？曹天元、古天玄和胡一飞3人在一唱一和之间，把江南的路全堵死了，显然是有备而来。就在此时，检测到宿主犹豫不决，特触发2个随机任务。任务1，拒绝代课，做一个我行我素、独善其身的人，奖励积分100。任务2，接受代课，做一个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人，奖励900积分和神秘小礼包1份。狗系统，这还能触发随机任务？好吧，老师，这代课的事我答应了。好，江南，我就知道你不能见死不救。那曹老师你就先回去吧，我带江南去班里。大家安静一下，数学曹老师因家中有事，需要请假半个月，现在由曹老师推荐，并经学校同意，接下来半个月的数学课将由江南同学暂时带上。胡一飞此话一出，班里众人不仅没有抵抗，反而各得无比兴奋。各位同学，老曹让我来给他代课，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教你们什么，毕竟高中数学这东西在我看来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请问这吃饭喝水还需要让人教吗？不应该是饿了端碗就吃，渴了拿杯就喝。同样，这数学就是看到题就做，做完收工，答案自然全对。哪里？这什么玩意？扯犊子呢吧？这是男神牛蛙。如果这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我肯定反手就是1巴掌。但男神说的咋就这么有道理呢？确实很有道理，毕竟男神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数学卷子到了男神手中，不到10分钟便搞定，且不只是考满分，而是控分。想考多少就考多少的那种。过去我对数学一直存在阴影，总感觉数学太难了，怎么学都学不好。可现在您猜怎么着？嘿，感觉数学不难了。绝了！九言劝醒迷途事，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感觉我再也不害怕数学了，相反，数学就是小蚂蚱，我要消灭它。在场的同学兴奋到了极点，而老班胡一飞却一脸懵逼。记得前几天有不少人都想让我辅导来着，但我一直没有答应。而现在，只要你们敢说，我便敢应。如何？此话一出，满场哗然。只见班长大人率先站了起来。江南老师，我想转变一下我原有的数学思维，却没有方法。江南老师，你能帮我吗？男神老师，我丁燕子虽然是学渣，平日最讨厌学习，但实际上我也想提升成绩，只是实在没得办法。可这次连王胖子都能考538，那我是不是也能提高一点啊？我不求538，只要能上400分就行。还有我男神老师，我也只要400就可以上好一点的体育大学了。跪求老师指点1、2啊！不错不错，虽然你们成绩垃圾的一批，但这主动学习的热情总算是有了，不枉费我一番辛苦。大家的诉求我都答应了，不过在此之前，有几道简单的题让大家做一做，我好看看你们的具体实力。1. 数学中有许多形状优美、寓意美好的曲线。2. 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最美人体的头顶至肚脐的长度与肚脐至足底的长度之比是。3.
埃及胡夫金字塔是古代世界建筑奇迹之一。4. 燕京天坛的圆丘坛为古代祭天的场所，分上、中、下3层，将钢琴上的12个键依次记为1、2。我靠，高中3年见过的曲线多了，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古怪的爱心曲线。难度高低先不说，论出题的怪异，足以与曾经的一道无色北极熊相比。这么简单的5道题，想必大家都有答案了吧？现在我找5个人做一做，只要能做对3道题以上，可以直接下课休息。Lesson 老师，此话当真？班主任会同意吗？老班就在这，你们直接问就是。这节课的老师是江南，只要你们能达到他的要求，我自然没什么意见。既然胡老师没意见，那我就喊人了：秦雨墨、苏雨、张浩、李倩倩，再加一个丁妍子。随着江南的点名，几人开始飞速作答，很快便做完了。然而只剩下丁妍子一人在风中凌乱。现在大家都做完了，我们就先说说班长秦雨墨做出来的。班长的答案虽然是正确的，但不是最优解。江南老师，你难道还有更好的思路吗？请把“妈”字去掉，这题我随便一想便能找出3、5种解法。片刻间，江南便写出了一种新的解法，比起刚才秦雨墨等人，可要简单快捷不知多少倍。这怎么会这样？男神的解法为何如此简单快捷？为什么我就没想到？紧接着，江南一鼓作气将剩下的几题统统解了出来，不仅开拓了思路，对江南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真是垂死病中惊坐起，小丑竟是我自己。江南这教学实力，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Lesson 老师，我觉得数学是真的不难了，下次考试我丁妍子肯定能上100分，以后我再也不玩手机了。说罢，丁妍子当场将西安的手机踹了个稀巴烂，直接把一旁的老班给惊呆了。要不要这么给力？平日搜你们手机的时候都藏得跟个宝一样，可现在却主动砸了，这群小年轻，老娘实在理解不了啊！江南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小说猪脚吗？不就30道题而已，都这么久了，你们还没解出来吗？男神老师，你这是在羞辱我们吗？你可以瞬间想出7、8种解法，作为你的学生，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想出第2种才是，不然哪有脸面见你？你就等着吧，这一次我们一定要证明自己。于是乎，304班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一幕，在没有任何老师的监督下，学生既不去吃饭，也不去休息，而是全神贯注的解题、解题再解题。同学们好，我叫池一统，是你们数学老师曹天元请过来代课的。接下来你们的数学课就由我来上了，直到曹天元回来为止。什么？你是曹老师请过来代课的？但我们已经有代课老师了啊。没错，男神老师上课上得好好的，我们不需要其他人，请你出去。我知道你们有一个代课老师叫江南是吧？据说这个江南还就是你们班的学生，不知道是哪个，可否认识一下？这位池老师，我就是江南。我还以为你长了3头6臂呢，原来也是普通人啊！曹天元请我给他代课，我就耽搁了3天就被你抢了。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一无学历，二无经验，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哪来的胆量带着高3的课？那不是害人害己吗？还有曹天元，都几十岁的人了，越活越回去了，居然说你教的非常好，哼！真是笑死个人！你是动物园跑出来的逗比吗？敢当众嘲笑男神老师教学实力不行，真是恕可忍，婶婶不能忍！大家都别拉我，我非要打爆他狗头不可！小子，曹天元说你实力很强，代课高3没一点问题，但我是不信的。我现在出3道题，只要你能解出来，并让所有学生都听得懂并消化吸收，这课你就继续上；若解不出来，你就乖乖下去听课，如何？你还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就是，即便1000、10000个你加在一块，腹内墨水也远不如男神老师1/1000。不要在这丢人现眼了。我们还要上课了，男神老师上课时间很宝贵的，不要在这耽搁我们了。不需江南开口，众人的唾沫星子铺天盖就朝着这位代课老师扑了过去。江南，难道你就躲在众多学生背后不吱声吗？不敢证明你的实力吗？这位池老师，我跟你非亲非故，我的教学实力为什么需要你承认？你想要代课，那就直接代就是了。但是现在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所以现在你想代课，那绝对不可能了。这么说你要解题了？就这种垃圾题目也用得着我出手吗？同学们，跟我学的这2天，解这种题目应该没问题吧？我来！男神老师，让我来，保证写出3种解法，不愧对男神教诲。男神老师，这第1题的3种解，我已经都想到了，马上写给男神老师你看。张浩，你不讲武德，明明是我先要做的，你居然跟我抢题。见此一幕，苏雨可瞬间急眼了。随后班里10几名同学纷纷冲上讲台开始作解。此时站在一旁的池一统一脸懵逼，
脑海里就只剩下3个问题：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做什么？这小子居然比我还能装，自己做不出来却找这么多替死鬼，真是可笑至极。蠢货，都是一群蠢货。然而很快，他自认为超级学霸无法解出来的3大难题，居然都被解出来了。男神老师，第2题我也做完了，用了3种解。你看我比之前有进步吗？男神老师，我做的是第3题，同样用了3种解，应该没丢老师的脸吧？还有我，行了，都别吵了，要比速度，我张浩才是最快的，你们都不行。一时间，教室里一片喧嚣。做完了题的众人都为了得到江南的表扬，一个个争得面红耳赤。除了白英英和班长大人之外，虽说你们都用出了3种解，但都太过繁琐，远达不到最优解。如果这是考试，那得浪费多少时间？男神老师，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尼玛，这个班级太恐怖了，乍一看平平无奇，实际上却是卧虎藏龙，甚至这些学生都特么不是人啊。至于江南，那就更恐怖了，即便没出手，也能感受到他的深不可测。那个池老师，现在你有什么话要说吗？各位同学，打扰了，我还有事，就先溜了。11桶这个小插曲结束后，高3又迎来了一次1周模拟考。成绩出炉的那一刻，老师们的眼珠子都要掉地上了。304班江南总分746分，班级排名第1，年级排名第1。还有那个白英英总分718分，班级排名第2，年级排名第2。胡老师，你是认真的吗？你们班的成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这简直要逆天啊！就是全校前3都被你们班给占了不说，全校前10也被你们班占了一半。这江南成绩好，大家心知肚明。上次他没参考不算，这次别说只考了746分，就算他考了满分750分，我们也能接受。谁让他是天之骄子，逆天玄魔？但这个白英英居然从689跳到718，是不是太过分了啊？还有这个秦雨墨，上次考了630分，是全校第3，而这一次仍然是第3，但他的分数却一下子提高到了666。居然有36分的增幅，这才短短1个星期呀，这进步也太惊人了吧！还有这个王凯旋，他可是体育生啊，居然考了600分，你们班学生简直就是魔鬼啊！我特么都要自闭了，好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羡慕到眼睛发红要飙血，嫉妒的尖儿发紫要爆炸，而老班胡一菲早就乐开了花。幸好秦风这小子还躺在医院，要是他也参加这次考试，估计比周瑜还要惨。与之同时，另一边的江南已经赚足了积分，开始系统抽奖。恭喜宿主完成本次控分149分任务，特奖励身体素质+6，基础+6，潜力+6，积分+600。304班本次模拟考平均分达到全校第1，特奖励积分+1000和神秘大礼包1份。检测到宿主有2500积分，可进行20连抽，请问是否抽奖？抽，给我狠狠的抽！恭喜中奖，各科基础+1，各科潜力+1，获得100万红票票，获得100万小钱钱，获得技能10亿精通，获得技能9亿精通。20连抽，连同神秘大礼包，江南此次获得的奖励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校长，你是一校之长，这一碗水可要端平啊！求求你，你让江南同学来我们一班也教几节数学课吧。今天这鸭子小爷是揍定了。你来啊，垃圾！放肆！楚北，赶紧给江南道歉。方教授，你让我给这个小垃圾道歉？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就犯中二病，是想江南给你松皮吗？若不道歉，这次夏令营你就不用去了。别以为我管不了你，敢辱骂江南还不道歉的话，即便我跟你爷爷关系再好，今天也非要严惩你不可。哼！北哥，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先低个头，改日方教授不在，我们再收拾他。小子，对不起，刚才是我冲动了，我向你道歉。你记住，我叫楚北，接下来的奥数竞决赛，我会碾压你，等着吧。楚北是吧？今天看在方教授的面子放你一马，我记住你了。如你所说，接下来的奥林匹克夏令营决赛，你能不能逃过一劫，就看你的运气了。好了，江南，我们赶紧去登机吧。奥林匹克决赛的到来，江南终于能够逃离全校老师的压榨，不用再授课的他，此刻感到无比轻松。江南，刚才那个楚北，你不认识吗？这脑瓜子有病的中二患者，我为什么要认识他？话说这小子对我咋这么大的敌意？嘿，这事我倒是知道，这原因有2，其中之一是他喜欢我妹妹，而我妹妹貌似对你很有好感。我靠！开什么玩笑？你妹妹是哪位？怎么就对我有好感了？我妹妹是林浅浅。什么？你妹是林浅浅？不对啊，你不是滨海一中的吗？而林浅浅是师大附中，你们是兄妹？是的。好了，
说第二个原因吧。这第二就更简单了，就因为他是楚北曾经的天之骄子，竞赛鬼才，滨海名副其实的第一人，实力那绝对是盖了帽了。如今这些头衔都被你夺走了，能不对你产生敌意吗？江南可千万别小瞧他，他的实力是非常强。虽然你也是妖孽中的妖孽，但在奥数与物境双科上，你们之间还真是胜负难料。这么说，我倒要看看他有多无敌。哎，不对啊，你这话有挑拨离间的味道啊！挑拨离间？我这还用得着挑拨离间？先别说他喜欢我妹妹，可我妹妹却喜欢你，这种夺妻之恨……等等，什么叫夺妻之恨？我跟你妹妹可没半点关系，好吧？别张口闭口就是你妹妹喜欢我，帮我转告她，我对她没兴趣，甚至我跟她都不熟，别让她来打扰我。江南，虽然你对我妹妹没兴趣，不说了，我要睡了。4月奥数决赛第一轮正式开始，与之前复赛时一样，共分3轮，每轮总分100分。而第2轮就是分国1、国2和国3，第3轮则是国1的80人参赛，按成绩高低区间30人进国家预备队，30人经过一番训练后，挑选最强的6人组建国家队去国外参赛。系统发布控分任务，本次奥数决赛，第1轮获得100分，第2轮获得100分，第3轮获得101分。这1、2轮都是100分可以理解，但第3轮居然是101分，这是什么鬼？不是总分只有100吗？哪来的101分？不得不说，这次控分任务还是挺新颖，够刺激，江南瞬间就来了兴趣。而此次题型跟复赛一样，8道填空题，2道解答题，不过10分钟功夫，江南便搞定了8道填空题，来到了第9题。第9题，设 n 星号表示正整数集，求所有的函数。这题也没啥难度啊，解若存在。第10题，P 是一个凸多面体，满足以下2个性质 ，IP 的每一个顶点恰属于3个不同的面。这题乍一看有些复杂，但那也只是乍一看罢了。江南转动了一下脑瓜子，很快便有了思路，证明设要将 P 的表面分成的2部分为 n。不到30分钟，江南便做完了整套卷子，悠然地走出了考场。江南，我听说这次决赛第1轮卷子挺难的，甚至远比我之前出的复赛 S 卷要难得多。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难吗？我觉得还好吧。多了没有？100分应该没问题。怎么，你这次没有再控分了？居然能考100分？控分？我从来都不控分的呀。当初奥数复赛的时候，1轮60分，2轮88分，3轮99分，其他竞赛也是如此。你觉得说没有控分有人信吗？伴随着考试结束，成绩也很快公布了出来。满分居然有2个满分，这个楚北我知道，是滨海的第一天才，曾参加过2届奥数，且都通过3轮，闯入了国家预备队。其去年若非感冒发烧的话，10有89能进国家队的那种。但这江南是什么鬼？从未听说过啊！滨海今年实力这么强大的吗？咱别的省1个满分都没有，可他们滨海却同时出了2个满分的妖孽。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全国各地顶尖学霸学神都见识了江南之名。江南，好一个江南，倒真是让我意外，居然也能考满分，跟我分数相同。如此看来，你还真是有几分本事。但愿第2轮你不会直接被刷下去，那可就不好玩了。想玩是吧？那我就陪你玩啊！记得事前准备点镇定剂，别到时候接受不了结局，跟某些人一样吐血晕厥。江南，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听说升进复赛的时候，某些人接受不了结局，直接吐血晕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想必那个人就是你吧？你眼见自己的跟班吃了瘪，楚北连忙站出来维护。江南，这口舌之力就不要扯了，等到2、3轮，我会用结果告诉你谁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主角。白痴！江南，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我没直接揍你就不错了，只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跟某个手下败将凑在一块，你迟早也是手下败将。说完，江南直接转身离开，而这2人被气得差点原地爆炸。紧接着第2轮、第3轮决赛正式开始，而题目更是一轮比一轮偏，一轮比一轮冷门。对于江南，此刻考100分已经不能满足系统对他的要求。这第3轮的前9道题都太过简单，没有多解的必要。这最后的压轴题倒是有点意思。为了完成系统100+1分的要求，最后这道压轴题，江南直接写了7种解法才停笔交卷。不出意料，4日成绩公布的那一刻，所有参赛者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满分居然有5个满分，尤其是江南，他居然考了101分，这101分是什么鬼？这可是奥数第3轮啊，难度都要上天了。我连及格都差1点，
结果居然接连冒出5个满分。这意义，梁长庆、秋白、冷言和冷月玲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第3轮直接起飞爆冷的满分，莫非前边他们都控分，故意隐藏了实力？依我看，人家分明是在用计，先示敌一弱，再一鸣惊人，争夺决赛第一。这储备显然失败了。第3轮才考了98分，而这个江南却一路横推，得了101分，卷面分明明只有100。他居然能突破卷面分，真是前有斗气化马，后有只狗化龙，今有江南5杀，军骇人听闻，恐怖如斯。再一次，全场大惊，这结局让人看了大呼精彩。江南同学，没想到你的实力竟如此之强，上一次超分还是5年之前吧？没想到今年我们居然又碰见一个，真不知道是我们的幸运还是不幸。此时一旁的楚北看着江南跟人谈笑风生，再也忍不住了。特么的，我才是主角好吧？居然被这一群垃圾无视了。老师，我要举报，明明卷面分只有100，可江南为何会是101？我申请重新给他打分。老师，我要举报，江南101分，肯定弄错了。你这是质疑我为什么要给他打101分吗？告诉你，最后一道压轴题，江南足足用了7种解，若非一道题最多只能加1分的话，别说101，就算111我都愿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居然一题做出了7种解，这可是奥数压轴题啊！好了，本次奥数决赛算是结束了，第3轮前30名将有资格参加令营培训，也就是进入国家预备队。培训结束后，进行最终考试选拔，成绩最好的6人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去往国外参赛 LMO。江南同学，你不愧是咱数学一道上天才中的天才，果然一表人才。说起来，我老张还得向你道个歉，最后一轮是我监考的，当时你40来分钟就提前交卷，我还对你有轻视来着，现在看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对不起。我老李也要跟江南同学道歉，你同样40分钟就交了卷，当时我给你的脸色不太好，对不起。还有我老王也是，江南小友对不起啊！几乎在一瞬间，众多老师对着江南就是一阵轮流猛夸和道歉。方老师，现在考完了，成绩也出来了，我们不是应该回酒店休息吗？他们找我来做什么？老方不方便说，那就由我来吧。江南同学，我叫黄婷，是魔都大学的数学教授。你能在短短40分钟内把整张卷子做完，压轴题更用出了7种解，你绝对是我国数学史上最优秀的奇才，未来必能成为像数学之神、力学之父那样伟大的数学家。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明白。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若不明白，那几成二傻子了。我就知道江南你是绝顶聪明的人，一点就透。如此说来，你是答应了？不好意思，我不答应。江南，你可千万不能任性啊！你的数学天赋很强，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略知百行不如专精一行。所以，各位老师，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我是不会放弃物化生3科的。没别的事的话，我就回去休息了，再见。唉，这孩子怎么这么犟，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奥数3轮都做出7种解超分了，还有必要参赛其他科吗？此时一众老师认为江南就是太犟了，脑袋一根筋，不撞南墙不回头。呦，楚北、傅心寒，物竞马上开始了。你们之前不是说要在奥数和物竞中碾压我吗？奥数是没机会了，这物竞你们还要继续吗？面对江南的嘲讽，两人呆滞的大气都不敢喘一下。我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们也能超分，就算你们还有点水平，不然的话，就送你们2个字：垃圾。说完，江南便率先步入了考场。北哥，虽然奥数上赢不了江南，但接下来的物化生3科，他貌似想拿超分也是不可能的。只要他不是4境都超分，那就是50步比100步。我们绝不承认自己是垃圾。对，你说的没错，没到最后，我们还没输，他不是很狂吗？到时候谁是垃圾还不一定呢。不得不说，这两人的脸皮厚的真不是一点半点。本次物竞决赛，请宿主第1轮获得100分，第2轮获得100分，第3轮获得101分。果然如此，既然奥数是这样的任务，那物化生3境10有8九都是同样的任务。紧接着，江南卷子一到手，便如风卷残云般干了起来。40分钟后，直接全部做完，交卷走人。40分钟就把卷子做完，这绝对不可能。他这是提前交卷弃考了吗？对，他肯定是弃考了。下午出了成绩，看老子怎么对这个小乐色。然后成绩出来的这一刻，楚北和傅心寒那嘴巴张的都足以塞进2个鸵鸟蛋了。且这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最后的化生竞赛，江南都以101分的成绩碾压众人。早在奥数开始，我就知道他不是一般人，1轮满分，2轮满分，3轮更是超分，这是人可以做到的吗？更别说他物化生3境居然跟奥数分数相同，而且是每1轮都相同。据滨海省队人员的小道消息说，男神还有一个外号叫做控分狂魔。真是古有斗气化马，后有指狗化龙，
今有男神夺冠，君牛蛙可辣死。你们都是认真的吗？让一个参赛学生担任夏令营的讲师，整个东云竞赛史上都未曾有过先例。如果江南讲的不好，那耽误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时间，更是那些考生的时间。我觉得邀请江南担任讲师没一点问题，至少在奥数上，只要人家实力足够，别说仅是担任讲师，就算是直接担任夏令营负责人都没一点问题。黄组长说的没错，我同意。你们想想，江南的解题思路奇特，即便是我们研究奥数几十年的老师，这压轴题都做不出7种解，江南可以。如果让他讲课，并让其他人学会1、2的话，那今年国际奥数，我们国家队夺金的概率就稳了，甚至夺冠都不是不可能。所以，我强烈建议，无论耗费多大代价，也一定要邀请江南给奥数夏令营讲课。几乎在一瞬间，奥数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均全力赞同黄庭。好，既然如此，我物竞组也把话撂着，无论耗费多大代价，也必定邀请江南来给我们物竞夏令营讲课。你们谁也别争，还有我们化竞组。于是4日一大早，江南就被这群老师围了个水泄不通。江南，我也是没办法啊，他们一早就找上了门，想请你给数5化生4科夏令营当几天讲师，我拒绝不掉，只能带他们来找你，由你拿主意了。我靠！什么？要我当讲师？不是吧？居然又有人想让我当驴子啊！呸！当免费的劳动力。江南同学，是这样的，我们属物化生4竞赛组都极力邀请你给夏令营讲课，就讲讲你在4竞上的思维方式、解题方法等，为期1周，每天每门上1节课就行。当然不会让你白讲，肯定会给你支付报酬，4科12万块钱，如何？江南同学，我们国家曾经可是奥数强国，在国际 IMO 上，个人成绩最起码占据1半的金牌，甚至连冠军都拿过不少次。但最近5年，无论是个人也好，团队也罢，别说第一，连金牌都没拿到过。今年的 IMO 十分关键，只要你愿意担任讲师，为了国家荣耀，我们一定竭尽全力满足你所有条件。一开始江南本想拒绝，现在还真有些不忍心，毕竟国家荣誉大于一切。各位老师，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岂能眼睁睁看着别人站在咱们头上耀武扬威？为了国家的荣誉，我江南答应了。恭喜宿主接受当夏令营讲师，奖励积分100和神秘小礼包1份，是否打开？打开。恭喜宿主获得女装的第1次和无数次吃软饭的正确方法，奥数终极难题1000道，物竞实验1008法，化境实验加强版，生境理论加强版。转眼江南便开始了为时1周的授课高光时刻。真是听君1节课，胜读3月书。这句话放在江南身上，那是一点都不为过。虽然江南每天每门只讲1节课，但讲课方式之精奇，内容之新颖，见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可效果却是出奇的好。各个顶尖学霸对江南的实力更是赞不绝口。当然，除了楚北、负心寒这2人之外，忍了，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一眨眼来到了1个星期后的夏令营终极考。蓝色战衣加小皮鞭，臭不要脸！系统发布任务，本次夏令营终极考，请获得127分。此次终极考模拟国际题型共6道，每道21分，总分126分，所以127分。系统的要求还是超出卷面1分。很快江南便有了答题思路，而当楚北拿到试卷的一刻，整个人都傻了。学校套路深，我要回山村，这都是啥？这夏令营终极考题目怎么如此刁钻古怪？是人能做出来的吗？我居然1道题都不会。然而一旁的江南早已奋笔疾书，当分数出炉的那一刻，江南以127分的成绩位居榜首。怎么会这样？李宇和林浅浅这2个手下败将都考了123，接近满分，我俩却是25加0，可真是要死了2个250。此时伴随着楚北一句季生美和生男，连同负心寒双双送往了医院。江南，我这身新衣服好看吗？白英英，你不在学校上课，怎么跑魔都来了？这不是听说男神要出国竞赛了吗？我来魔都送你啊！还有，我给你求了个护身符，要贴身收着，记得好好考试，可不要再控分了。放心吧，我是从来都不控分的。不过据说这国外竞赛强者如林，尤其是大洋、山鸟、泡菜、考拉、公鸡、香肠、风车、孔雀、北雪这些地方的实力都不容小觑。但这次考试，我肯定拿第1回来，为国争光。江南好志向，你要是真能拿第1，等你回来，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小小愿望。什么愿望？到时候你自己想啊。比如蓝色战衣加小皮鞭，可以吗？臭不要脸！咦？好了，英英，我要去登机了，等我回来，记得满足我的愿望哦。梁老大，你说我们这次能夺第1吗？真上了飞机，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毕竟
这可是国际比赛呢。若是之前，我或许也会担心，但现在咱们有男神，还用得着怕吗？不管大洋、山鸟、泡菜出了什么样的天才，在男神面前，那都是土鸡瓦狗。至于我们，只要把男神给我们讲的内容全部吸收消化掉，必然还能提升不少实力。总之就一句话，大家必须全力以赴，绝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给男神老师丢人。梁老大说的没错，有男神在，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个人第一，1000%稳了。现在咱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大家一起加油。对，谁怕谁？乌龟怕铁锤，蚊子怕灭飞，蛤蟆怕热水，一个字，干就是了。几乎在一瞬间，众人都变得信心十足，眸光冒火。江南或许自己都不知道，即便他没有担任队长，甚至都没开口说话，呼呼大睡，仍然能影响到众人。发生了啥？我不过是睡了一会儿而已，怎么这群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不管了，我还是继续睡吧。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飞机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没有什么比睡觉更重要的事儿。敲敲敲，还让不让人睡觉啊？敲敲敲，敲你妹啊 ！What？ 这家伙态度不对呀！到底是我们来找茬下战术的，还是他来耀武扬威的 ？Hello, boy, are we one on your team？ 有事说事，没事滚蛋！小子，你应该不是你们奥数队长吧？你们队长在哪里？让他出来说话。原来不是找我呀，梁队长，别做题了，外面有傻缺找你，去应付吧。说完，江南转身就回窝睡觉去了。你们是谁？找我干什么？你是东营的队长。没错，是我。这次奥数比赛，关注音还会是我们的样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对吗？听不懂吗？他们的意思是，你们东营已经不行了，来了也是凑数。果然，男神说的没错，这两人真他妈傻缺吧？记住我的名字，我叫杰克，是大洋奥数国家队的队长。我叫汤姆，不仅仅擅长奥数，还擅长物理，所以这2个竞赛我都参加了。去年的奥运冠军都是我们大洋的，那么今年的双冠军同样是我们的。至于你们东营，去年运气好，拿了几个银牌，得了个季军，可今年就不一定有那么好运气了。但愿你们能撑得过第一轮，不然的话，可就真没意思了。小子，你也太狂了！之前说这话的楚北负心寒，现在还躺在医院，都老惨了。有男神在，你们也不例外。咱们走着瞧。真是白痴双人组！现在把话说得狠，到了明天就知道谁哭晕在厕所了。哼！梁长青刚走进房间，战队白痴双人组的萧泽却跟了进来。还有完没完了？别误会，我不是来找茬的。虽然我跟杰克、汤姆他们是队友，但本质上我也是东云人。只不过我从小在这边读书，所以参加了这边的竞赛选拔。作为东道主，我是特意来欢迎你们的。至于杰克和汤姆，你们不用放在心上，他们就是要漫惯了，毕竟他们的实力很强，跟我在伯仲之间。行了，这欢迎啥的就不需要了。既然你在大洋队，那咱们就是竞争对手。明天竞赛场上见高低。现在我还忙着，请回吧。别啊，明天就开考了。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我最擅长奥数了。来，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梁队长，赶紧给他一份卷子，让他去一边琢磨去吧，别打扰我睡觉。闻言，梁长青递给萧泽一份试卷，然而下一秒，这是什么题？谁出的？这些题根本就无解啊！我靠，又封了一个，都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我丢出去！你们不能赶我，我是来帮你们的。这些题都是错的，根本没有错的意义。嘿，这可是男神出的题，又岂会出错？更何况我们都快做完了，你自己无知也算了，偏偏还在这里故作聪明，真他妈有病！赶紧滚蛋！耶！继续人世惊世才，樱花白鹭落两排，今朝天子传，又来那不见当年李太白。